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多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寿，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神院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月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队登场。相城危机，无限危机，有请成都 GG。加油加油加油！欢迎小白、皮皮张、18、心安雾梦、枯草、皮皮虾、江秋，欢迎成都 GG。雄兔利剑，金玉披肩，欢迎 ACT。少年，你的剑太重了。欢迎月、真真九、小叶明、新燕、11、狗狗、易森，欢迎 ACT。这里是第1周第3天的第2场比赛，由成都 GG 对阵 ACT。接下来的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欢迎各位回到3云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几。我解说烤鸭。那马上要进行是今日比赛第2场 BO3的第1局比赛，由成都 GG 对阵 ACT。哎，是的，没错，这也是胜者组的一个比赛嘛，这一场。是的，能看到。第1场比赛看下来就是打得个有来有回，对吧？其实民间队伍的话，我觉得逐年这个实力水平啊，真的是趋近于这个职业队的一个发挥了，差一点就打成一个加赛啊。对对。当时其实看到最后的时候，台球手拿出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下限非常高的一个角色嘛。对对。但是北京 WPG 的求生者呢，那个开门战的处理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艳。没错。特别是法罗跟跑图大师迷烟炉的一个互相配合，哎，刚好一个隐身加上一个烟雾的效果，你就很难再找到人了。就刚刚的采访，虽然说到轻描淡写是吧，但是我们都看得到当时是争分夺秒，非常的惊险。对于法罗来说的话，他的一些走位啊，包括对于监管的一些判断来说，都是有一些迷惑性在的嘛。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对局双方第1张地图的选择，来看一下。其实这几天下来的话，其实胡景春的一个选取率也很高，对吧？然后其次就是永眠阵了。哎，来看这边是把胡景春跟不归零给搬掉，没错。那看一下成都 GG 选择了月亮和公园，是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中，其实成都 GG 是让江秋先上嘛，对对。然后江秋先上的话，他的一个4大天王的熟练度还是非常高的，没错。然后上一场的话，其实一手蜡像师确实也是打得非常不错，那一手是他的一个绝活，在第1局登场的话，他也是可以用来摇摆，然后弥补一下就是
把4大天王往后放了这么一个顺位。是的，就感觉很多监管的话，可能在第一回合的变招现在是慢慢变多了很多，所以说选择地图上面的话，尽可能还是说给监管多一点机会。是的，对吧？而且现在第一局的话，其实因为各位求生者他们会更偏向于去选择什么防你的单刀型的，对吧？是的那像蜡像这种多刀型或者说杂货商就有可能登场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成都剧的成员介绍：小白、皮皮张、18、仙妖梦、枯草、皮皮虾以及江秋。没错，来看 ACT 这边是伊森、狗狗、11、星夜、小夜明、真真9、月，都是我们的熟悉的老面孔了。是的。 ACT 这边倒是有一位新人加入，对对，也是期待他后续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还比较期待这一场的，因为两边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职业队伍，对吧？那其实战胜了前一轮的对手，对，都在为这个名额去争夺，所以说其实大家都不想说再去多打2场的一个情况嘛。是的，是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也就2场。如果说这2场都赢了，都赢下来，就先进入我们线下了。是的，虽然说现在是线下，但是先进入到我们深渊的一个小组赛了。对的，是的。比较期待他们的一个发挥。其实上一场比赛能看得出来，成都狙击这边是不管求生也好啊，监管也好，确实也是打得非常出色，对吧？对，非常好。来看一下 ACT 这边一个数据面板了，小夜明这边的话也是演绎得分6425，那逃跑率是100%，那目前是在我们的第1名的一个位置，那破译进度是156，现时长是33.83，没错。擅长角色和喜爱角色啊，也分别是幻灯师、气象。对的。整体数据看起来，这个逃跑率100%就已经代表了求生这边没被4抓过，对吧？确实。但是成都激进那边求生有话说的呀，也有话，我们还有第一个4跑呢，确实，对吧？那看一下他们后面会表现的怎么样？因为其实 ACT 在上一轮的一个比赛中，他的求生者发挥配合也是非常的好。是的，我们看一下一生均签制98.47秒，哇，这个数据他只能排在目前的第7呀。对，但是他的16时间是104.56秒，这个是非常高的。对，很有含金量的一个数据。对，因为这个击倒用时的话，我觉得是最有含金量的一个数据之一了。是的，是的。啊，那这个时间就是你第一波签制嘛，上你之前的那段时间。因为你像他第7名的这个签时长的话，你可能在应对到目前的版本啊，像抬头手多了之后，你其实中后期3个人拉扯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有时候局军签制可能来到个200多秒，对吧？有时候抬头手，你说打个什么记录员这种，对，那签制时间就会一直往上增了。没错，拉得非常长。来看一下这边星焰的一个面板数据，100%的逃跑率啊，同样是，然后一个破译进度是239.5，也非常高的一个数据。那签时长的话可能就不太多，因为他目前打的一些角色的话，可能是不太会被手追的。没错，而且他上银木偶师，对，是没怎么被追的情况下，他的一个破译进度也是非常的多嘛。对的，但是同样也是逃跑率100%，我觉得这个数据的话就是第2个相当关键的数据了。对，代表着求生方这边的一个得分率高不高。那还有最后一个是救人位啊，那看来 ACT 目前是只有一生在扛压，就上一局的一个比赛中，对吧？你看这边救人位他也不可能被追的嘛。看一下11的一个数据啊，哇！但是他局军签制110.78秒，非常长，首次击倒前的签制时长也达到了54秒。对的，采用角色是大副以及头的大师，对，也是常打救人位的一位选手。能看得出来，这个版本其实救人位的一个抗压还是要做的比较足的，这个签制时长就能看得出来是，但是他的一个救人次数反而会下降了。对，因为目前这个版本来讲，补救位还是比较多的，甚至有的队伍他还是保持那个3个化险为夷这么一个习惯。这样的话就是随进随救，最大限度的去让密码机不会掉的太多。没错，这边 ACT 的教练李志轩就更多有些时候是带3个化险为夷兜住第1回合的下限嘛。是，就你可能第1回合在监管者变招这么多的情况下，还是要考虑一下怎么去把这个下限给兜住的。没错。啊，来看这边成都 GG 的监管者江秋，哇，数据非常饱满啊，演绎得分的对。制造率100%，然后局淘汰4人，红监测1次，演绎得分是12000，局击倒10次，以及击倒用时58.63秒。没错，那采用角色的话也是目前的一个蜡像师啊，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的蜡像师也是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在永眠镇这张地图创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啊。是的，然后我们这边数据的话，他得出场次数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排名，所以也是期待江秋能够保持这个数据吧。那这一把其实就比较好奇了。那最强之矛面对最强之盾，对吧？一生那边是100多秒的一个牵制，这边是击倒用是58秒，那就看碰上的话谁更猛一点了。没错，这边也是成都 GG 的教练不惑。就刚才聊到说监管者这边的话，但是他们今天选的地图永眠镇，说这个月亮河公园，对吧？跟上一次地图又不一样了，对，有点太大了。对，这样地图的话，可能说你上来直接掏个蜡像师，效果就没有说像上一次那么好。对，那么好了。
那天那把蜡像石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他的一个熟练度非常的高，对，一接的蜡块封密码机，或者说把人挂中场的，他可以连续2台3台全给你封上。是的，就那一局是把自己的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嘛。他带的一手底牌张狂，然后刚好也是把这2手天赋确实发挥的很好，是对吧？但是面对到月亮河公园的话，你可能在前期上面你追人损耗的时间就很多。虽然说地图的一个属性来看啊，还是比较倾向于说给到蜡像石一个锁机子也好啊，或者说追击上面的一个优势也好，对吧？还是有的。就它其实月亮河这张地图，你可以把它分割成2个半场嘛，起点半场跟终点半场。如果开局就在终点半场附近去追击的话，后期基本上就是把起点把终点这边给控住。密码机，对对。先来看一下班位啊，上来先搬掉先知古董商。是的，我看 ACT 这边的一个选择，怎么抢？末师先拿，再补咒术。这2手的话，还是偏向于把4大天王先给防一手。对，然后把大副给搬了。那这里看要不要抢守墓人呢？先抢了，人选。因为如果再往后的话，再搬一个救人位，可能你就只能选那些修的比较慢的了。对对对。然后像雪茄搬掉，看最后一手啊，目前还是需要一个站台哦。园丁，这选择园丁。是的。那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江秋好像想摇摆也还行。对，可以摇摆啊，可以摇摆啊。对我没必要说我把4大天王用在你这个比较难啃的阵容上面。是的。而且这个阵容，如果说真要拿4大天王去打的话，也并不是说不能打，因为宙斯这个点位的话，他可能克制到你的跛脚羊喧嚣是吧？但是面对到你的歌剧的话，可能还是有点乏力。对的，对的啊。歌剧拿出来的话，其实在园丁盾快消的时候去追击，效果还是很不错的。那如果说他继续去打蜡像师，他反而没有那么惧怕园丁这个角色，对，而且还可以多拿存在感。虽然说园丁改版之后他是能防到一点，但是我觉得相对应来说还是稍微可以去追一下的。然后其次还有个木偶师，对吧？木偶师面对到蜡像师那苦不堪言了，确实是吧？所以说这个阵容，我觉得对于江秋来说，摇摆的方向会很多。主要是月亮河这张地图，它的一个板区其实不算特别密集，木偶师他不一定能够一个路易进入下一个板区，这是他比较尴尬的点。而且被蜡像师用技能给粘在原地的话，他其实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路易一直白交给交到自己状态很差。因为你想一下，基本上我给你上到一个90多蜡、80多蜡的时候，你就会被迫去摇一手路易，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监管去看这个台手博弈，说我要不要用师去顶蜡，对吧？那如果说顶蜡失败的话，那可能会定住，然后等你路易结束再拿一刀，那这样子的你的血量的话，就可能不太能再去牵制了。就失误一波的话，他可能就是3/4的状态没了。是的。好，选择歌剧了，没错，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嘛，这个阵容的话，毕竟还是。强牵制的一些位置会少了一些，是的，而且咒术师的 OB 其实对于歌剧来讲影响不是特别大，对，他需要跟监管者去近身肉搏，但歌剧反而是不怕你跟我近身肉搏的这么一个监管，没错，对这个阵容感觉看一下吧，看一下局内的一个发挥，因为毕竟从阵容上面来看，我觉得对于 ACT 来说，他们肯定也考虑到江秋的一个角色选择的，然后主要还是选点。如果说监管者这边选点能够选到自己想追的人边上的话，还挺舒服的。因为他这把其实开局也就这个木偶师比较难追一点，然后包括守墓人，对，那只要放弃这2个人的话，其实还是有快速击倒的机会的。对的。然后摇摆的点的话，可能就说你要选择终点这边追，还是说起点这边追了。因为昨天我们也看到有结实的月亮河，然后选择歌剧，其实他也赌点赌成功了。对，来看一下。选的是起点站的园丁以及终点站的木偶师，是的，桥上守墓以及鬼屋的咒术，这样的话比较中规中矩啊，没有去摇摆这个选点，很正常的一个分布。但如果说我选择在鬼屋附近的话，我可以摇摆起点跟鬼屋的人，他选择在了1站跟桥上的中间啊。是的，那就看这一波起点的追击了。对，因为正常来讲，园丁他是有机会可以无伤上车的。如果说歌剧他能够架好点，把影子留在站台上，然后人逼下去打园丁的盾，他是有机会可以拦住园丁。就看园丁的一个前期的跑位吧。对，距离拉得很近，是很吃他的一个个人牵制经验。而且你上车的话，如果说队友帮你开站台灯，会有个更尴尬，就是前期可能2个人都不能破1。确实，对吧？导致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会稍微缓慢很多。现在感觉监管者他可能更希望你去开灯了，密码机少。那如果说一个人自己玩站台玩2次的话，可能求生者更赚。
基本上都是等闪现的一个对局嘛，所以说我都不太担心的。是的，那这边江秋是带了底牌加挽留，求生者方可以看到是2个化险为夷。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本场对决由成都 GG 的监管者对阵 ACT 的求生者，由解说压记者凯耀为你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直接往起点去，小叶明的园丁也是直接开始牵制了。对，这一波进入追击节奏的速度非常快啊！开局2个人是相邻的一个点位，但江秋好像是隐约，哦，他想钓鱼的，哦，想去钓守墓人的开灯环节，给到一刀啦！的位置太近了，没有身位让他下铲，所以他哇，没办法，这个吃这一刀。研究是真的很透彻的，而且这边的一个大空地并没有下板，所以说只能直接打出土。是的，前面的短板博弈很差呀，10几秒的一个铲子 CD， 这边是可以先把中间的板子踩了。对的，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机会拖出下一个铲子。哎，可以。这里是以为没走啊，但11已经拉远了。没错，但是前期的道具消耗的非常快，而且已经开启1阶了，有毯子的情况下，追击能力很强。是的，直接拉近身位。前面看一下这边一个短板，给到一刀，我们人道具全被打空，而且闪现就差3秒。对的，这边还是想尝试省一下这个闪现。不过这边卡角的话应该省不了，应该就直接击倒了。是，哇，那这样子的话，首先你把一个化险员给闷掉了，其次把守墓人的道具全部消耗干净，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后期的一个追双倒啊之类的，都节奏都会比较好。对他最难受的是求生者这边带化险为夷的人，他不是近点的，是最远的那个起点的园丁。星焰这里要被迫白交很多的状态，而且你还修不了密码机，你必须要赶到终点去，浪费一下自己跑图的时间。对，小叶明准备顶个盾靠过来，还是先拿一刀，对，然后在椅子面前再续这个盾。残影这边消掉了，所以说还是没办法弹双倒。那再过来追击，其实咒术来了，帮不太了的，应该是过来破译密码机的。纯路人啊，纯路人准备破译3战终点半场的这边的密码机了。是的，哎不对，他追着歌剧他就去了，好像是想尝试一下。想尝试吗？但医生这个点位其实不算特别好啊，因为这片区域其实守墓人刚才已经用过部分板子了。对，那这边回溯过来其实不太能干扰到，而且这个位置的话有研究的。就尽可能让你挂的比较晚，我觉得其实就让他垫没关系的。对你反正就1层侯嘛。对。哎，还要跟进来的话，那就可能是下一波让咒术师来救援了。这有没有逼救的机会？看一下往上先赶，手上有飞轮2层侯，其实不着急啊，感觉可以再拖一会儿。是，而且现在鬼屋的后门也没法再卡位了嘛。对于求生者来说不担心，只要跟你拖一下淘汰进度就好了。没错。但可以看到外围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需要补的也很多。地图比较大，看一下这里江秋想尝试打针对，手椅博弈了，救下来给到针对，很完美的一个卡位啊，直接让守墓人没法往外走。没错，咒术逼因为这一波不给咒术刀的话，他没有3层侯，是吧？你很难说保到说守墓人一个26的机会的。他必须下以后有3层侯才有机会让守墓人转走。对。现在想再冲着一生的方向去啊，求生者的状态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江秋的技能还没好，首先都非常高，这边大吼一交，然后选择上站台。是，但是上站台的话就不太好了，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求生者都给集中到一个半场，很有可能江秋过去他可以进入一个1追2甚至追3的节奏。没错。因为外围现在还是有个半状态的园丁的，需要去躲藏，所以说只有一个木偶是能。哎，他嗅到了园丁的位置。哦，这找到了，脚印和小碎片都看到了。那这个点位手上闪现马上也好了，小叶明必须要找个距离起盾了，下板起盾吧。闪现直接交，很果断。因为他照你3个人都在这个半场，木偶是刚亮密码机，然后咒术师这边是开车过来的。最后的遗产应该是起点园丁一开始修的那一台。对，那这样子把人挂到地下室，整局节奏其实对于江秋来说节奏很好啊。是，而且咒术师前面也是交过了3层侯嘛，就看一下江秋接下来排人能不能快速的去排到咒术师。因为对他来讲，如果让求生者正常破译、正常救，他开门战是没有传送的，白手控场。对，这样子的话可以拖一下自己的技能，因为如果说现在去打手椅的话，可能技能是拖不好
少的。对，还要去打一手空场。这边的话，木偶师86的密码机，哪怕变路易也开不了，给一刀没有给到。焦路易谈了一下，江秋也确定了一下密码机的进度，对的，位置最后1秒的下板。这边就等你的这个路易结束吧。是，这样的话能够把木偶师留在这台遗产边上，那他的技能就肯定能拖出来了。没错，很极限的隔双刀没有打到，回溯过来还能逼断路易。想直接打吗？应该还是不打的，应该是等他结束。对，还是等。但是趁这个时间的话，求生方另外2边是补好了状态啊，而且园丁也可以去翻一下道具。对。求者已经新开了一台密码机啊，是准备让园丁靠过来，让咒术在原地进行破译，防止一会儿江秋再传送过去处理园丁。是的，那这一波对于江秋来说有一个机会点就在于打拦截。对，他如果能把救人的人打到拦截半状态的话，这一局是一个很大的赢面。小一鸣这里是特意从桥上绕啊，但江秋远远的又看到了，他是这个排人的意识还是非常的精准，但是桥上你很难去拦截了。是，不过始终他得过桥。对，所以说我只要打到这一刀，其实你人是不好救的。江秋确定了一下石龙的密码机在抖动，那脸上的园丁在这里，他是一定能够拦截住的。对的，来看一下，这把带了回光返照，看这边远程就要给一刀啦。哇，感觉这个距离感觉是救不了的呀，而且密码机还是80多的一个状态，回溯过来。对，就算你把秒盾续出来，你走不到椅子面前啊。没错，我可以等你盾结束。看一下这边是没有带任何弹射的，是的，从窗户架出来，往外打，哎呀，打早了，打断了，那很难受了。对，因为这回光返照，那这边靠近椅子把人救下，但是还是打到木偶师，那可以选择直接开了，感觉。我觉得他其实要不你把园丁给打倒，让他通电了以后，就也没亏的那么大。对，现在木偶师如果倒地以后，他也有回光返照，亮吧，然后这样子的话还可以变路易再扛一刀。是的，可以吃一刀挽留刀。然后这边来到滑梯，持续一下给一刀，先打那边狮龙开的密码机离终点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边的话感觉是有一个击倒节奏了。哇，直接过板刀，那另外人还没点到，头铁应有尽有啊。这里把木偶师挂上传送终点，感觉得杀手了。2个人都在跑，落地还有耳鸣，就看这一波能不能分辨得出跑的方向了。没错，这边脚印的话都没看到，所以说只能凭直觉去排了。是，大概率是一个争3的局势。对，但是这边其实2战的人咒术回来了。找到咒术师吗？看到脚印了，锁定一下脚印的位置，翻板过来。地窖的位置在鬼板，但是对求生者来说，起点的门甚至还没有碰上。对，门也点不开。那这边也要跟时间赛跑了，隐月电断了，有机会溜起来了。这样子的话给到一定身位。哎，飞轮没交。是的，但是也没办法去管门了，应该还是只能留下一个。对。如果说交出这个飞轮的话，它其实下一层侯也快攒好了，然后博弈的空间，对，能再稍微拖一拖。那最终挂上园丁那边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再操作了。没错，江秋在第1局的上半场完成一个3抓。这一局的话，其实我觉得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还是前期的那一个回溯。就那一波是完全对于求生方怎么去运营月亮河这一套打法体系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对，就肯定是那种熬夜偷看像的那种，对吧？疯狂研究，就把之前的那个救人位的习惯，在月亮河上他会怎么打这种感觉？是的，就可能你们之前队伍去打月亮河，怎么去开这个站台灯啊，怎么去安排啊，都已经了如指掌，是吧？那其实他当时的一个情况是完全头都没有回的，是直接选择一个回溯。那如果说这个回溯什么人没有来点灯，这怎么办呢？我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不确定性啊。对，就是不管是监管还是求生呢，他们都会在同一张地图上不停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战术，是这样，这就是它精彩的地方。对，那像你说的，如果回溯过去，哎，人家不点灯，那你不炸了吗？是，那你还能去哪？你又得重新跳到起点去。没错，但是他其实可以接受这一波亏损，为什么呢？因为他回溯完再去起点，园丁的盾差不多刚好消，对，他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容错的。就可能说你前期会少了一个回溯，但是对于整体节奏来说不会差太多吧？哎，是，可以这么理解。是的，因为我正常追他的话，我顶多多拿一个存在感，但歌剧其实并不是特别吃存在感的这么一个角色嘛。但他成功的话，他的收益就是无限大的，因为可以把守门人给吊在一个接近空地的位置，第一刀拿得非常的舒服。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赛后数据啊。
前期的话也看到小夜明这边是牵制87秒，然后邢彦这边是牵制77秒，然后11这边是62秒，以及医生这边是90秒。没错。可以看到江秋是命中了求生者16次，快板子6个，击倒了7次。其实这一局最可惜的还是在3人残局那个手椅上面了，江秋那一刀真的是着急了。是的，因为你想一下，其实哪怕说园丁这边真的带了一个双弹，对吧？那肯定没有带回光返照，因为他救人的时候已经交过化险为夷了。是的，对吧？对于他来说的话，如果你没有带回光返照，那更好。其实如果说那一刀打下去，其实那1秒钟是没太有这个意义的。不，那波往外打的话，其实他是有可能把自己的下一个技能给拖好的，是可以回去手椅。对，把他打出去。我们刚才看啊，他打在盾上那一波，其实园丁他也就堪跑到椅子面前。那如果说你打完了以后，他回光返照起的话，我觉得歌剧是很有可能通过自己挽留的一个小加速，是，然后有机会能够守到这个椅子面前的。而且还有个很重要一点什么，就是如果说园丁当时是被打倒，然后开密码机，然后起的情况下的话，那莫古斯他一定是半状态，对，是吃不了挽留这个压力的。哎，确实。所以说整体的节奏上面来说，会更早进入一个比较快的4抓局面。那种情况下，就是你救下来，不管打到了谁，他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就是你让他救下来以后再出刀，这样会更好一点。但是你没有挽留的时候，让别人救下来再吃刀，那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就是不赚的了。不赚的了，没错。但是我相信这种时间上面的1秒2秒嘛，我觉得只是一点小疏忽，它不算特别大的失误。是的，是的。来看一下双方换边，感觉第一局上来就已经火药味很足了，双方研究都已经研究得透透的。对，有备而来，今天真的是。那就看一下 ACT 的监管者吧，他们这边能不能去还到对面求生者，就也同样一个多抓。是的，因为对于上一局来说 ，ACT 也能接受，因为毕竟没有给到一个4嘛，现在还是一个3抓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是稍微在比分上面进入到劣势，但同样的其实没有给到一个大比分的劣势，还是能接受的。对，就其实可以看出来，成都剧他们在研究战术上面确实是安排得很好，今天也是给到 ACT 一个措手不及了。没错，来看一下 PVC 的一个面板数据了，逃跑率同样也是100%啊，然后破译进度也是219.5，然后牵制的话也是，毕竟数据现在还不是很饱满嘛。是的，能看到常用角色的话也是先医生跟归元手两个角色的话，这个版本也是非常的火热。如果说对面的监管者角色池里面没有艾维这一手的话，只要这2手拿出来，我觉得第一局是很难突破的。是。然后你医生在手上的话，其实面对到80%、90%的监管嘛，其实都头疼，都不想看到这个角色。对的，就你基本上第一局能拿出来的，他都是一些比较怕这2个角色。你多刀型的怕弓箭，对吧？单刀型的怕医生。没错。看一下古草的一个数据，局救人次数是2次，排在了联赛第3。局演绎得分7576.5，逃跑率50%，局破进度155%。没错，然后也是主单人队内的一个救人。那其实又想到了那天的佣兵了，哇！3个互换佣兵去救到了这个沙包废墟里面的人，千里奔袭，是的，把人给掏下来，奠定了那个4跑的基础啊。是的，非常有想象力的打法。就正常来讲，可能说打排位，你可能就把那个人给卖了，对吧？但是他比赛中的话，他反而有那种更敢去拼的这么一些操作。没错，来看一下18的面板数据，先时长的话是达到了114.97啊，非常高的一个数据。然后首次击倒用时的话也是来到了个70.8。是的，角色是妲己以及调香。调香师目前这个版本你怎么看？我觉得可以拿，但是它并不是第1回合可以去选出来的，因为第1回合的话，可能面对到多数的监管，还是有很多应对你的方法。确实，对吧？你可能在第3回合或者说第2回合的时候，哎，你的角色池打差不多了，对吧？那我这边选一手调香师，我又能兜住底。没错，这边是小白的数据，局牵制时长68.75秒，局野得分7473，局破纪录212%。没错，然后长角色也是咒术师。是的，其实调香师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可能说还是有比较克制的。对，他的一个食物链很明显，我有克制的人，也有被克制的，对，厉害的那种角色在。就哪怕说现在加强了一点之后，其实还是同样，因为它毕竟那个状态的持续时间它不是很久嘛。没错。好，来看一下 ACT 的监管整整9，演绎得分的话是11925，排在我们第2名的一个位置，以及有一个8.5的局因击倒次数，排在我们第3名的位置，以及一个4抓率50%，现在目前是排在第1的一个位置。哇，数据非常的豪华。对的，局因淘汰人数也是3人嘛。是的。上一场比赛中，不管是跛脚羊还是台球手，其实发挥的都非常好。对，那这一张地图的话，刚好也是很适配这2个角色的。是。成都GG的求生者，如果说想去
防住的话，感觉在阵容上面得去考虑怎么变化一下了。没错，就这种大图的话，其实更多是考虑你的依次牵制，然后包括你的救人位的分配安排啊之类的。是。毕竟地图比较大嘛，跛脚羊其实在这个地图，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发挥的很好，他的熟练度很高，他一个围龙可以直接创造出那种单向围龙，对，让你根本没有地方去转。然后他，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有拿祭司在这张地图打，也尝试打跛脚羊，但是那个时候的跛脚羊还没有那么好反制，就算你打长洞，他其实也能够一下子到你脸上。是的，就最早期的跛脚羊真的是很难打，因为它的怨力值毕竟太高了，是对，然后毕竟还有个减速交互啊之类的，你其实，在围龙里面的话，其实你很难去有所博弈的空间，更多是利用角色的一些机制，包括道具，说我尽可能去飞掉你的围龙。但目前不一样了，目前跛脚羊出来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在球员方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走位的情况下，或者说一些板间的博弈的情况下，还是能给到跛脚羊很大的一个限制的。是的，两边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啊。对，把月亮河感觉是能够打出非常剧烈的火花。确实，看一下吧，上来是搬掉了医生和先知。来看一下球胜方的一个选择。前两手很关键了，大副先拿弓箭手。是的，弓箭手其实在目前来看，他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天敌的，可能就艾维稍微能够管一下他。对，管一下。但是正常牵制的话，他也有一个可以跟艾维拉开距离的一个后撤臂弩嘛，所以也没那么怕。真真九第三手是搬掉了飞行家，凶者点出了园丁。看一下最后一手，莫师还在，是搬掉了气象，不想让你飞天体系打起来。感觉可以选木偶，要么就选个冰幻也行，看自己选择了。对，木偶是功能性更强一点吧，就是你可能在应对到不同的监管的话，作用性更多。是，哦，古董商也不错，两个 OB 位直接都出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个阵容就很贵了。对，因为你前期用掉两个 OB 位的话，你第二局顶多就是一个咒术或者前锋，对，这样的角色拿到后面去用。对于成都 GG 来说，虽然说确实是他们争个保平，对吧，就可以拿下优势，但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贵重了。你把最后一个换成个陆练，下限也是很高的一个阵容。对的。那我感觉他们打得这么激进的话，可能不只是追求平局，想去拿。那我不可能选两个 OB 位出来，我就是用来牵制的吧？对吧？我可能想去争3，因为第一局选图也是他们选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拿这套阵容是有去想过的。就是像江修上来打这个歌剧的这个回数也同样道理。看真人9面对这套阵容，其实我不太好出单刀啊，这个阵容。如果说稍微舒服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艾维，去尝试打一下控场。毕竟他这把也没有像火灾那种让你完全没法控密码机的这种角色在。对。看真人9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你去硬打像台球手和跛脚羊这种角色的话，台球手我们就先不说了，他是比较怕 OB 的。比较怕那种远程过来干扰，反正干扰你一下的。这个阵容一定出不了歌剧，如果出歌剧，真的是硬着头皮打了，是真硬着头皮打。太多控制了，然后你像园丁的话又比较稳定，牵制歌剧，对吧？然后大副这边的道具的话，其实你也不是很好去消耗啊、追击之类的，不太好突破。对的，跟守门人又不太一样，守门人艾维了，还是拿艾维。守门人位置差的话，其实感觉任何监管者都能够追他2下。是的。像上一局守墓就可能说，但是还好说后面2个道具都交比较好嘛。拿了艾维在这张地图上，他比较没那么害怕 OB 位啊，而且古董商的一个范围是 OB 范围和以及技能范围都是比较短的，他是可以考虑去针对这个古董商先追，然后再等到园丁盾消了他再去落地追园丁。对也行。对面没技能，这个真空期来把它处理掉。是的，就前期我先布置陶片嘛，把人赶一赶。他感觉这一局会有2个人抢大房，古董商跟这个弓箭手都会去大房去抢啊，还是给弓箭手的。毕竟角色机制上面来说，弓箭手真的被艾维这边完全克死，完全回不了头。确实啊，这里把大副给放在了3站啊，上来的话，其实大副可以选择破译的密码机比较多，他不太会被这个陶片给干扰到。朋友们看一下吧，然后距离也拉得比较开，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也不太好说把人逼到死角啊，进行一些陶片的追击。是，曲选上面是有防盗的，那就看下天赋选择了。因为这一局，其实对于成都 GG 来说，他们也知道你真人9是有守艾维的，所以说你会有在天赋上面防一下。看一下飞轮是带了2个
古董商带了化险3化险为夷的天赋。是的，真人9是张狂加挽留，没错。3化险为夷，那古董商这边是飞轮化险为夷。现在就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 ACT 战队的监管者对阵成都 GG 的求生者，有解说烤鸭压紧为您带 COA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这边，伊斯人还是要往鬼屋走吗？没有，是选择先去干扰一下。他是下大副，对，本体先往鬼屋走，这里能附身逃避就先附身。对，基本上这个伊斯人一会儿再去起点找那个18的一个位置也是可以接受的。小白这边已经准备好起6了，但是没办法，这边侵蚀度吼到了多，61的一个侵蚀度。是的，所以继续跟，然后再附身一下园丁。给上一个逃变干扰，那如果达到了60以上，哎，本体吼到了吗？这一手回头，他刚好是在射箭的时候，真人9切了过来。对，他想趁他踩板的瞬间，然后去打这个箭的，但是预瞄的时间太久了一些。没错，因为你其实比较远的距离想命中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对的。然后这边开启1阶。而且18这边顿消了，侵蚀度是有点高了，58。本体又吼到了，吼到一下，那给一刀，哎，有香水。哇，你不是园丁，你是谁？你在修机之前偷偷的摸了个箱子。是的，但是也可以理解吧，因为起点那台密码机是被封了。没错，所以18也是有一段时间去摸一下箱子。这一手再回来追弓箭手，位置很差呀，感觉能马上闪倒了。就看这个后撤比努以及飞轮的一个配合，闪现直接打倒。密码机的进度非常的危险啊！对，将近2台的一个节奏吧，我觉得对于球方来说是不太够的。前期真真9的控场干扰是干扰了很多密码机的，甚至我们这一波回来看，其实大副他还在修这个3战的密码机，他前期被附身了，没有直接去找下一台。嗯。那现在这个节奏来看，虽然说化险为夷比较多啊，但是艾维尼本身是不太好保的这么一个监管者。没错。就看小白下一波能不能把手上的道具给发挥出效果来了。毕竟上一波是逼掉了闪现。看一下这边大副过来救人，手椅上面应该压力不会太大，还是好救的。哎，趁你收伊斯人的瞬间，直接把人救下无伤。是的，打了一波无伤。他落地是交了一个秘鲁，但是并没有拉开很远的距离，而且没有上到撕裂值。对的，想去骗这个本体吼，但是本体并没有给到机会啊。那2阶落地下来。然后大副这边被定住，还是抬不到刀，这边把伊斯人赶回来，再去把弓箭手挂上。是的，那这样围绕3战这密码机其实一直不好修啊，这一台密码机。对，因为其实终点的4连它只破掉了桥上的1台啊，还是有3台密码机会一直在被管。看一下狮龙这一段时间已经是破到了50左右的一个进度，但是也很难修开啊，因为伊斯人要赶过去附陶片了。对的。把陶片给技术，然后这边的话，大副把陶片拆了，先修一会儿，让18过来救人，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化险为夷，是还有2个，这样的话就不用干扰到外面破译的人的一个节奏。对。那看一下这一波救援能否让小白有机会牵制起来，但感觉还是比较难啊，毕竟已经开了2阶了。哦，直接一个护腕，这道具大师啊！对，又化身了佣兵。对，园丁这道具是真挺多的啊，忙里偷了很多波弦。那这样子，哎，是没有传过去，那再把伊斯人控过来，好像是交到了园丁身上，但是弓箭手也已经进入红圈了，所以影响不大。其实对于成都机械他们来说，他尽可能就是赶紧把这2台抢开，是不会给到真人9这边控场机会。那也是终点开完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起点2台加终点站1台。3个满状态的求生者去打最后的一台密码机，那感觉园丁18这里还得再考虑多翻一个箱子，没错，保证一下自己中后期的一个牵制能力。就现在节奏，我觉得对于全方来说是缓下来很多。是，但是这一波真真9也是有机会能够突破的，毕竟他2阶和闪现都好了，他是找到了18，那现在是没有道具了。对的，直接起盾，哎，打盾上了。是的。那这波距离拉开，然后伊森也在这边，其实对面的半场密码机可以爽修了。现在，这里可以来一个附身，但是没有选择上
对，没有选择往外跑啊，他想继续在鬼板后面进行牵制了。对的，因为你再跑到起点的话，不一定能到。桥上陶片一个传送，但是2台机都在起。鬼屋这边鬼屋有一台，先技术一下，距离有点太远了。对的，你现在刚附身完大副和园丁，其实这边园丁是可以进入一个爽修的阶段，根本不会被干扰到。等到你下一波附身好了，园丁才有可能考虑说去往外翻道具之类的。没错，先把怀表交了，保证一下状态，因为这边如果说再追一波刀的话，可能救人上面就会有点压力了。是，然后给到古董上一个技术，再传过去。但是其实鬼板密码机也进度很多，来回的控场，而且古董商是满道具啊，对，他不太怕你传过来追击的。但是边牵制边在看啊，让自己的侵蚀值涨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你这波只要不给平地刀的话，其实全方都能接受。57了，那就不能再看了，就是可能到60以上就有点危险。这里大副落地99，哇，还是击了回来。对，那现在的话手上闪现，我感觉可以不要去进行一波击倒呢？感觉这波要硬追园丁了。对，可以找一波园丁，然后进行一波击倒，直接把他闪倒。就看18这边会不会防了。走直线到外面，然后等下一波可以套出盾来，再去拆陶片。对的，但这边也是非常聪明啊，直接拉到了起点站，是，就完全不给你这个身位。但是古董商那边又要被附身了，但是好在，哦呦，这一波差一点续出来，没错。那这样就有个问题，说大副跟古董这边的位置要不要兑换一下？如果不兑换的话，用怀表救人，可能开门战上面会少了一些道具啊。不换了，应该是准备让大副直接贴到椅子面前来救的。那这样子古董商点中点站的门会比较慢。是的，直接贴椅子，贴椅救人。一个震慑。那园丁的话，手上还有一个秒盾啊，在开门战应该是能够稍微拖一会儿。而且闪现还没交，现在对，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闪现给吃出来。闪现吃到了，但是终点站一直在被控制着。这边技术马上要给了，先把人挂上不着急，你古董商点门太慢了。是的，趁你牵气球的这段时间，其实古董商也偷不了太多的密码机。对。然后再找一下大副的位置，把伊森召回，附身一下。看到枯草啦，这边还有一个怀表，可能要抢救，然后保着队友跑一个了，应该是。哦呦，99的侵蚀度，哇，好极限！但这边的距离能够吗？前面不能进圈啊，对啊，没了，再摇一段表，摇一段进，叫吗？但是哎，有机会，还有一段表，最后一段表能摇到吗？先顶掉侵蚀度，摇，哎呀，没办法了，感觉是不行，园丁飞不了，园丁太难做了，还是差一点点，哇，就差一点点，那双方在第一局是完成了一个互相的3抓，是的，保成了平局。确实不行，没办法。他如果说那一波不回头的话，他没办法摇第3段也。是，而且他不能卡得太远，你知道吧？他如果说卡在像鬼屋2楼这样的一些位置的话，那可能艾维那边附身完，确定你的位置，我知道你救不了了，那我直接传到终点，那终点门开不了，那你可能就要被进入一个4抓节奏了。对。这一波我觉得他们做这个防范是对的，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就可能说开门战这边吧，因为毕竟大副当时给拿了一道状态，就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大副会交那个怀表，就是不能给状态，给状态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救人上面的问题。对，就如果说不是那种倒地救的话，可能园丁在开门战可以跑得更远一点。对，然后他再通过吃回光返照去找机会上车，就不一定能够被秒掉了。是的。然后开门战之前的话，闪现也是没有交出来嘛。对的，双方互相完成了一个3抓，可以看出来在第一局中啊，都是由监管者先发力了。对，反而是求生者这边也是前期还挺稳的，我觉得两边前期都挺稳，但还是在中后期吧，给到了一定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版本就很有意思的点在于这里，就是。当你监管者的角色池越多的时候，第一回合越变化莫测。像这一把就是，其实对于球员方来说，他们很笃定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拿了弓箭手又拿古董商，那就会给到真人9一个信号说，那我这把我打个艾维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赢面在的。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的赛后数据：枯草牵制85秒，破译了164的进度；小白是34秒，破译了7%；18是71秒，牵制时长，救人1次，破译了180的进度；皮皮虾破译了3台密码机，牵制23秒。没错，真人9这边的话也是命中了12次，击倒了7次，最终也是完成一个3抓。双方第一回合的话也是打成了一个平手啊。是，那话说回来的话，其实如果上半场的那一刀没打在盾上的话，
那就可能结果就不一样。对，就有时候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吧，对，是比较可惜。当时我觉得，如果说直接传终点，你觉得有机会吗？就是艾维那一波，然后把异神丢在椅子面前，如果大副来救的话，他再考虑去进行一个附身，就可能会拉扯得更久。对，会拉扯更久。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往4抓方面去打的话，也未尝不是不行。但是同样，古董商我们都知道他是满道具。如果说当时你2阶落地去追古董商，稍有不慎去给打了个止戈，你回来收不了刀啊之类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发生。是的，因为你回去可能要过几秒才能出刀，对，就比较危险了。是的。然后整体节奏的话，因为他毕竟是把2阶留给了大副，所以说在最后的情况下，大副哪怕说有怀表，还是给上到了99的一个信实度。没错。那么刚才比赛非常精彩了，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2开2战了，是吧？2开2战了，依旧。不知道，15秒吧。闪我，算了，那过去。我想，自己撑，已经圈成了，后面还能打。救不下来了，位置骗，好骗，可以。你老把你的杯传过了，记得还是香水，能注册吗？还是怎么说？医生在我这儿，医生在我这儿。好，技神上站了，对了，闪我了。大副站住点还是我站住？迈一步。人家杯去了，我在点，交闪了，他到了，做短板，这样了吗？欢迎各位回到3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几，我解说烤鸭。那马上进行也是成都机遇对阵 ACT 的第2回合比赛了。没错第1回合双方也是打成了平手，那就看一下第2回合，其实是给到了 ACT 一个选图了嘛。不愧是老对手啊，打得非常的焦灼啊。确实，就大家都有备而来，就哪怕说你真的是拿了一手在月亮河公园很有进攻性的一个求生阵容的情况下，其实对于真人9来说，我也是见招拆招。没错，对吧？就整体来看，双 OB 位反而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而且还陷入了一个什么，就是我把角色都给用了，而且用了很贵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2局、第3局，你想再拿其他的 OB 角色，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了。是的，可能去摇摆的更多像说点控的话，空军啊、画家或者是咒术十字这类型的角色。对，但他的一个优先级来看的话，肯定就没有像弓箭手、古董商这样子比较这么强有力了。是的。所以看一下他们后面的一些辩证吧，因为我觉得成都机具他拿出2个 OB 位的话，他肯定想保证自己在第1局嘛，先拿下一个5比3这样的一个优势。没错，但是没有做到的话，反而就比较亏了。就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心。说实话，其实他们3人拉扯那个密码机的时候是没有给他太多机会的。如果说大副中场那刀不给的话，其实这一局对于真人9来说要去争一个3抓或者4抓，可能局面还没有说那么轻松。对，因为当时真人9其实对于3台密码机的一个掌控，我觉得算是控制的很好的，因为他 CD 基本是刚到他就又立刻去接一个附身，然后把自己的下一个闪现和2阶成功的拖好。对的，卡得很死，我觉得。当时其实，在拿到大副一刀以后，我觉得园丁那边可能就得有意识的先往外拉一些距离，或者说在上一波吃刀以后呢，就去翻一个道具，让自己有一个能够抵抗他落地加闪现这样的一个组合。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当你半状态的时候，打3人拉扯的时候，3台密码机的情况下，你有黑影的时候就不要去破译密码机了，就尽可能往远处拉。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拖延一下你这个持刀速度。但整体来说的话，当时的距离其实园丁也拉得很开，但没办法，其实对于园丁来说，就是那个秒盾没有续出来，对吧？如果说那个盾续出来，扛到那一刀，哎，整体节奏又不一样了。是的，就很多都是争分夺秒的这个情况啊。对，2把都是园丁的一个盾嘛。对，我们也看到了打到盾上以及没打到盾上的这样一个后果，真的是天差地别。因为多了一波手野，就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常年都会谈到的说古董商点门，真的很慢，所以说你这个大副的位置吧，他又不能说压得很远，对，他必须要把压力给足。是的，他必须要保证至少能够跑掉一个，这一对，他就是那个出来付出的人。是的，我们看一下第2局的地图选择，成都机具是搬掉了唐人街，没错。那看一下 ACT 的一个选择，会选红教堂哦，这个选择拿了一手小图啊。对的。小图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真人9它的一个角色池里面嘛，也是有台球手的，然后如果说想去改的话，也可以改杂货商这样的角色来打。没错，就哪怕说这张地图的话，其实歌剧的一个上场率也挺高的嘛。你像上一把，其实我们真9这边打了艾维的，那对于成都机器来说，他们可能班位上面也要倾向于说跛脚羊啊或者歌剧去选择搬掉。对，那你也只能搬掉一个嘛。对，整体的一个情况下，想要去防真9的一个角色池，但是他剩下的角色好像基本都是偏
偏向于单刀的，除了一个杂货商可能会有多段伤害。没错，看一下对局的一个表现吧。然后这边也是由 ACT 的穷者先上，然后成都机器也是进行了一个监管者的轮换，对，西安乌梦上场。它目前的一个打法体系也是由江球打第1回合，然后由西安乌梦打后面2回合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会给到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就在于说，不同对局的监管，我需要去主练的一些监管的一些方向是不一样的。没错。他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啊，就成都机器的一个战术调整也是调整的很快，因为在秋季赛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轮换还没有轮换的这么好吧？因为有时候是西安乌梦先上，有时候是江秋先上。那到了深渊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先看看这边它的一个数据吧。平均得分9219，均击倒5次，击倒用时是71.48秒，均淘汰人数1。对。因为像上个赛季我们应该也聊到了，就是上个赛季轮换的话，可能变换的次数还比较多，对，来找一种感觉，可能是。对，那这次深渊他们应该是要延续这个战术打下去了。是，就主要还是让江秋进行第1场，然后后面再去换上西安乌梦。没错。我们来一个现场的互动答题，以下哪个交通工具是西安乌梦常用的？哦，这里选择了1摩托车，我们后面有一个选择了电车哦。选3的更多啊，那看来3的更多，看来答案应该是3吧。我们让导播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哦，正确答案是我们导播说是1，但是应该都知道西安乌梦跟电车的那个梗嘛。对，我是西安乌梦，我同意删除电车。对，特别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环节嘛。对，那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有棉阵的一个登场呢？确实，期待一手。看红教堂像梦上的话，其实目前能看得出来，其实成都机我们刚才也说他们的一个监管轮换嘛，感觉目前看啊，这个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江秋上来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像以往这样压力很大，是吧？还是放开了打的那种感觉。然后上一局的 ACT 其实前期的一个牵制，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说谁没牵制好，而是对于江秋的这个战术有点猝不及防了。对，因为他这个打法是比较非常规的一个打法嘛。是的。所以看一下他们这一局吧，这一局他们来对战西安梦的话，红教堂这张地图能够牵制以及能够打配合的点还是挺多的。没错，这张地图真的是求生的一个很多。像中场啊、小门啊，或者说一些特殊点位，其实给到球员方他们去打运营配合之类很多说法在。是的，也可以通过角色上面去选择嘛。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比较火的火灾调查员，对吧？往边上放个气囊，去拦监管的路进行一个辅助也有。没错。然后包括像拉队员啊、气象等等角色都可以发挥的很不错。对西安乌梦来说的话，这张地图他能选的角色也会像。因为我们刚才常用角色现在是有杂货商，对吧？那其实后手的话还有一些别的角色。对，然后先手的话，他其实其他角色也可以打。可能说跛脚羊在这个地图会比较难受一点嘛，因为都是高墙，你放的围龙不一定拿到刀。但是以西安梦的角色池来说，他想去在这个地图掏出东西来，首先帮这一个点，你要不要去针对呢？对的，对吧？你不得不防呀。它就是一个摆在明面上，它熟练度非常高的一个帮，是，就你不搬帮的话，你可能要面临我又得防单刀又得防多刀这样的一个阵容选择，就会比较难受。是，但目前版本帮真的不太好上，就是感觉很多其实队伍你会发现他们都主玩打帮的，但是你为这个版本现在目前来看，虽然说开赛没多少天但是帮上场率很低，就因为什么？因为太多能救人的角色了，是吧？又有木偶师，又有调香师这些。对，都加强了它本身的一个救人属性吧，可以这么说。是的，导播也是非常体贴啊，给了一身男神队长非常久的镜头。对，就也是欢迎大家都来线下，对吧？有什么不过分的要求都可以跟导播反馈。然后对，跟导播回答问题，对吧？很有趣，虽然没有奖品，但是也获得了怎么说夸奖。没错，就看你了不了解选手。没错。这边西安梦。这一把登场，他其实之前那一把杂货商嘛，其实整体看起来，我觉得最近杂货商他的地位有点下降了，不太行。我觉得他太能扛了，而且就是大家越来越会打杂货商了，他可以活着的时候提前救 OB， 把你当以前的介入员打，对，就这种感觉。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把的一个 BP， 像梦是选择搬掉了医生换能师，
看球这边是把跛脚羊搬了，没错。那这样的话，星耀梦手上那一手邦邦，得靠阵容去防了。哦，先知拿出来，先知这个点，我感觉他们首先搬这个跛脚羊是因为他们第一回合拿的角色啊，还是把咒术跟木偶蛇放进去了嘛，然后医生又给被搬掉。其实如果说你选跛脚羊的话，我还不太好打。对的，再选择搬掉跛脚羊，拿先知跟飞行家，没错。看第3手弓箭手搬掉，不让你 OB 了，那我感觉后面2手得尝试补一点别的 OB 了。不然的话，邦邦放出来还是太舒服了。是，就他有2种思路。就要么去保倒地的人，要么就是来一个撞救，邦邦都挺难受的。囚徒，这手囚徒想破译的快一点，而且他不太敢去拿机械师这一手，他万一西奥莫手上也有一手抬球手，你这个机械师拿出来直接整突破口了。没错，所以囚徒是一个又能修又能牵制的角色，还是比较不错的。我感觉这个阵容其实西奥莫有点往这个邦邦去选啊。最后来了一手救人比较稳定的大副。是的。因为逃脱大师来救人的话，其实是有很大概率可以无伤的。它有一个被动的存在嘛，包括一个迷烟炉可能突然间跳出来吓你一跳。那成功拿到大副的话，救人虽然稳，但是有可能双倒。对，因为邦邦这个角色，他不是说你救不下来这种情况比较多，是救下来之后，你被救下来的人很难牵制，对吧？然后来救人的人也红圈了，没法补密码机。是的，这个还是比较头疼的。来看香梦的一个选择吧，我觉得他的后2手班位来看的话，其实是有这个方向给到的。就毕竟你拿一个先知出来，那我如果说拿一手邦邦的话，我针对先知，其实这一局也不会说特别难突破。对，我觉得就最好是针对这个先知，因为你如果说针对囚徒的话，其实外面破译的也不慢，然后大副来救人，又有一只鸟可以去顶这个救人的压力。是。哦，对。如果说先追先知的话。虽然说囚徒可以在外面修，但是他如果说处理的够快的话，其实也是很有机会。是的呀，我去保平争胜的。就你再怎么能修，你其实还是4个求生者修嘛。对，把我解决掉一个的话，另外3个他破译的速度，平均值还是在那里。那就看一下西奥梦的选择吧，因为其实杂货商也是多段嘛，还是杂货商了。杂货商也是多段，也是可以去顶掉先知的那只鸟。如果说碎石足够精准的话，没错。但杂物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也聊过了，这个版本看下来，杂物上好像它的一个强度就不是很高了。是，不过这把就没有那种常规的 OB 位嘛，没有办法可以过来一个活着的时候给你一些道具和延缓你藤蔓的追击进度。对，但这个阵容要不要考虑先追先知呢？那给到外围的话，囚徒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陪跑能力。是，而且杂货商的话也不像邦邦那么害怕大房的这个地形，他至少有一手开门。以及一个移形跟上的机会。来看下天赋的选择，区域选择，这边是中场的先知，然后小房的飞行家，没错，是把囚徒给放到了右半场。那这里如果选到小门的点位的话，还挺舒服的。他可以假意追囚徒，然后再拐中场，就是他前期也可以存道具、存充能。现在打多了，其实我觉得选中场不一定修中场了，真的不能修中场。对，因为发现中场这种地方，哪怕说四面八方都是在漏风的，监管者说不定就从哪个门进来了。主要是每个求生者转点都会转中场，你修半天，可能这个进度还不如你跑一下图，然后去找下台密码机，找一台稳定的。对的。那这边仙妖梦选到了花园大门的一个位置，也是可以直接进中场。但是我觉得先知大概率会带一手双弹加飞轮吧，可能从中场的窗户就直接跟你开始拉点了，保证这个稳定在的。就看仙妖梦怎么处理这个大房，看是要进行反绕呢，还是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开门出去。对，我看一下天赋携带双弹飞轮的囚徒，单双弹的先知，没错，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仙妖梦这边是底牌加挽留，感觉大概率应该是一手移形，这样的话没那么怕求生者对他进行一个拉点。好的，先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成都 GG 的监管者对阵 ACT 的求生者，有解说压级解说考验，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
好的，这个点位是直接往中场去。我看一下医生，他从右边的位置直接走了，他刷出来的点位可能比较靠右，并没有再往窗户那个方向走。夏耀梦也是直接选择追，已经看到了脚印。哎，这边好像对小一鸣追飞想法了。哎，这是我们2个答案里面没有想到的那个选项啊。这波反绕是把身位还回去了。对，有个藤蔓的话，这边也不好交。前期喷漆背包并不太好，哦，想先平地把喷漆背包给逼出来。然后这边有个碎石压一波，但是刚好是一个喷漆背包躲到。而且那边先知也是提前在看飞行家了，趁你这一波道具的真空期还是关掉了啊。这里有人在盯，所以他故意过来骗了一手。但落地的话，这里还是躲掉了这个自然交易啊。是的，没有被粘住。那下一段喷漆背包也好了，敢翻，但是钻过去一刀还是会有。我觉得当时往回走不用那么着急，因为藤蔓他没有过来嘛。当时应该是觉得什么呢？觉得盯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不再往前走的话，可能你下一波才能给鸟了。对的，这边藤蔓一个拐弯又躲掉，但往回走还有一个背包。是，这边背包的时间也续出来了，3段背包再次拉近1板1窗这么一个位置。没错，前面的话先开一手门，但这边的话我可以不着急翻窗。两边的一个窗户博弈，还是一个隔窗给到了一个震慑。这把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先知反而是密码机最少的那个。对，不仅跑图了，而且还中间帮忙抽空盯了一下飞行家。对的，但整体的进度不会掉太多吧？我觉得，因为有囚徒的存在嘛。囚徒一会儿是可以远程把大副的那台遗产给连开，然后再去跟先知的第2台遗产一起连的。没错。然后这边救人的话，尽可能的保到无伤的话会比较优势了。是，看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副一个人救2波了。这个节奏来看还是偏求生者一点，把人救下来了，无伤救。哇，那这个节奏可太舒服了，因为外围的话囚徒是不用跑图可以连2台密码机的。现在另外2地蹲绕了过去，对，可以再翻窗。被人家准备倒到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但是对于杂货商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他可以开门出去的。但是第4台、第5台密码机已经连上了，大副可以再过来卡一波非常极限的一个进度救人。来看一下这边11过来，想去挂到小房附近。是的，那这个距离应该是能挂上的。这样子来干扰的话，但是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先知他基本是可以强修的，我不用跑。对，哪怕你封到我密码机也没关系，有球队那边能帮这边传，是，对吧？哎，但是这个藤蔓是很好准啊！对的，震到了，给到。然后救人的话还想再卡多一会儿，但其实这个有风险，感觉要不让先知一起来，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失乐园的状态了。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碎石打倒的。是的，先知要来了，先知过来。第3这边还在排大副的位置，没排到。哎，他把藤蔓往外拐了。哎呦，救下来。是的，那这里一个碎石，哇，很精准，打到了飞行家，那就没办法了，毕竟已经没有 OB 位了。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小房密码机现在是暂时不能要了。得赶紧先离开这里，因为小木屋的话还是个地下室啊。如果说你在这里进行破译的话，一会儿被流到地下室的话就非常难受了。没错，手上移形也好了，大密码机在抖动，但这个时候是不太能交的，因为密码机进度也能看得到，已经80多了，不太好走。是，尽量的去排一下吧，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不是满状态的人可以被他找到。找到了大副，但是也不敢拉出去，还是得防止小木屋的那台密码机被偷掉。但这边伊森的位置好像是稍微的潜入了很多啊。看这边耳鸣是响起了，能排到吗？看到脚印。但香梦其实也不太敢离开小木屋，因为一会如果囚徒连上电的话，就等那个 CD 过了，连上电的话，一下子就能够补开了。但伊森这个位置确实也是在小木屋被追的，现在就有点尴尬，碎石炸到了，一刀直接倒地。那这波挂地下室了。对，我感觉他回来的有点近了，其实，因为当时大副是安全的，其实这个时候对于香木来说手上没有节奏的。一个重金之托，应该是强行往地下室方向搬了。然后再上去把那个电给踩了。但是对于 ACT 来说啊，先知他毕竟是有带回光返照的嘛，这波挂地下室的话，大推的那台密码机是很大概率可以去压好的。而且刚好大副这边是摸了一个护腕，如果没这个护腕的话，这一局对于香木来说优势很大。对，但是这一局刚好奇这边摸了一个护腕，那对于地下室来说，其实这里回头放个自然交易，然后打一刀。对的，难度不大的先踩住。不过11是先蹭上了这个自然交易啊。对。如果是打完的话，就会
好收益一点。对，哎，把门开了，但是护腕下去，没想到，那这边想震一下，回手碎石没有震到，密码机已经压好了。是的，现在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打落一刀，打到一刀，打到是大副，对的，再给一刀可以。但是先知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可以一个双弹拉开距离。两个藤蔓先交出来，能不能扭掉？扭掉了，没错，而且先知的鸟吸的已经非常的多了，对，达到了一个70%多的进度。前面碎石也没关系，地窖就在墓地。是的，但是大副要出门，应该是还要还有个藤蔓，再能扭掉吗？这边拐弯拐不过来，前面没有选择进板，而是回窗户去。再卡了一下模型，模型卡一下，鸟有了吗？没有啊，还差一些呀。是的。那还是比较可惜的，移形过来管门，但门口这边看到了囚徒的脚印，但是并没有看到大副的，想先把门给粘一下，这样的话囚徒在里面，大副应该也是可以走了啊，能走能走，对，没有办法再管了，先把人往小推的方向一挂。其实当时大副还是比较谨慎的，没有第一时间贴门，对，就怕你这个技能嘛，如果说他把人挂上以后再去交这个移形的话，可能能刚好逮到大副，但是也不好说，毕竟他也没有上帝视角嘛。没错，整体来看，最可惜的还是一生后面稍微卡了一下模型吧，因为他太想把那只鸟给吸出来了。对对，如果不卡模型的话，是有机会能够再翻窗，或者说走那个杂货商开出来那个门走出去的。是的。但是那个位置的话，要走地窖，可能这只鸟要用的比较很好。对，比较难。当时那波藤蔓，其实在教堂内勾失误的话，如果一生提前进前面那块小短板，然后把板下了，他是有机会能够往墓地靠一靠的。但是大副也很难出这个门就是了。确实，可能还优先级更高，是要保证说让大副出门，对吧？我尽可能是往这个大房角落倒，那哪怕你挂我的话，也还是要绕一个比较大的圈嘛。没错。对，然后如果能够吸出鸟的话，才有博弈这个地窖的空间了。没错。双方在第2局的上半场是再次打成了一个平局。对，就得看下半场了，有没有哪边能够率先破冰呢？是，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这2支队伍感觉真的是有点势均力敌了，就是两边都在卯足了劲去打的。是的，而且包括 ACT 的话，其实今天是他们选择的这一张地图吧。那我相信可能说也是让真9能够有发挥的更好的一些空间。我觉得小图的话给到真9，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控场机会吧，可能像后手的一些抬球手啊之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的赛后数据：一生是1000至49秒，破译了133的进度；1173秒救人3次，破译了95的进度；小一鸣73秒，破译了16的进度；新燕是破译了354的进度。没错，香梦这边也是命中了8次，然后击倒了6次。这一把我觉得对于 ACT 来说，牵制也好，或者说后期的运营也好，其实都没有给到太多的机会。是的。就唯一那个地下室了，对，只是西洋梦它比较细节吧，它是把人强行从墓地的这么一个方向给举到了那个小木屋的位置。那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就算当时飞行家他倒到墓地去，那西洋梦他就会把人给举到花园了呀，对吧？他往花园那个方向强行举去封你花园的密码机，他一样是能够控到。小一鸣他倒的那个位置，其实已经是2台密码机比较中间的位置，比较不能够干扰到的地方了。是的。所以已经我觉得比较好了那个位置。如果说那个位置，毕竟是对于杂货商，他刚好有个开门的一个技能，没错，对吧？如果说是其他监管者的话，他很可能有机会可以摇下来的。对，小木屋外面，现在这个版本感觉大部分的监管他都会倾向于去点上那么一些巨钱，对吧？也保证自己可以在中后期把求生者给挂到遗产边上去进行一波对密码机的干扰。就这一把的话，也是因为挂到那边，所以说导致大副是没办法抢夺密码机，对吧？先这边也秀得不舒服，导致囚徒那边也给这边传。对，如果说当时没挂到小木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密码机就够了呀。对，而且椅子上这个人他有回光返照，你这个开门战会很难打。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说 OB 位他可能更多是在这方面体现优势，他不一定说要把人欧下来。是，但这一局如果说你有一个弓箭手啊，或者说一些别的角色的话，我可以压迫你，对我让你不敢举到小木屋去。是，你可能说就得就近找个小门这样的位置去把人给挂上了。对的。来看双方换边，这边求生者机会不会进行调整呢？哎，好像也是进行了一波人员的调整啊。小白是下场了，皮皮张上场。在上一场比赛中，他们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波轮换。就来看一下他们在这一把的红教堂会有怎样的发挥吧。
毕竟这张地图其实也比较小，而且我觉得地窖的位置分布的也很不错，就跟圣心医院差不多吧，都是围绕着这个大房在分布的。对，就会让求生者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这个跳地窖。就是说你的道具多的时候，其实很多监管可能这张地图还真的没办法去拦截你走地窖。对的，对的，毕竟你要面对那2个窗户，那2个窗户大部分监管其实都是非常讨厌的。没错，来看这边一个换人的情况，小白下场，然后皮皮张上场。是，相对来说的话，皮皮张上场可能他的一个角色池就会解放到说可以打一些 OB 啊之类的。可以看到他最近使用的是气象，然后局均牵制时长33.41秒，逃跑率100%，局破坏进度148%。没错。也非常高的一个逃跑率了。那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啊，皮皮张常用的角色还是挺多的，对 ，OB 位啊等等都有，牵制位也有，是的。然后在上局的对局中，是小白使用的弓箭手嘛，可能他们就是把这2个选手他的一个角色值稍微拆开了，对，让皮皮张来主要打一些比较牵制的角色，然后把 OB 位放到队内的其他人来使用。因为像上一次他的这个气象学家也是陪跑陪得很不错的，对吧？然后知道说我怎么去规避监管这些技能，不让他有办法可以贴近我的队友啊等等之类。没错。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成都GG枯草的赛前采访，谈论本次深渊的信心以及面对 ACT 的看法。在抽签之前，我是想着，首先要自己有信心来面对任何一个队伍，不管说是职业队还是民间队，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才能，就是打好每一场。然后在签抽出来之后，可能会面对很多职业队，但是就是保持平常心吧。面对职业队，首先还是说有信心，然后毕竟也有一定的就是交战经验嘛，所以说会打好每一场的。面对 ACT 的话，首先 ACT 他们的队伍上限是非常高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差，我觉得我们到时候求生监管都能处理的比他们好，所以我对我们很毕竟是打了很久的老选手了，很有信心对自己。确实，你虽然不错，对吧？但我同样也很强，这也是给予了对手一个肯定嘛。能看出来他们本身做一个备赛的情况就还是挺不错的，是对吧？不管是监管方这边也好，求生方这边也好，打得还可以。没错，看一下说谁能先绷不住这根弦。是的，是的，对吧？因为这2支队伍你目前看下来就是很难说比拼出这个绝对性的压倒性的这种压力的感觉。都是职业队伍嘛，对吧？他们肯定是稳定性都很强的，对的。但是稳定性都一样强的情况下呢，就是得看哪边先出现失误了。是的，来看一下 PP。第2局的下半场，看一下真真9前2手是搬掉了先知以及幻灯师，因为求生者这边是已经把2个 OB 位给送上了班位嘛，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手可能这个先知加一个古董商，或者说加弓箭手这种。对，然后把博奖搬掉，看一下护手的选择。因为你可能更多要考虑要去打他的这个抬摇手啊，没错。现在医生其实是还放在外面的，这先拿一手火灾加佣兵，这2手倒也没有暴露太多的意图。看你的第3手班位吧，幸运儿给搬掉了。真9这一手搬的话，其实台球手是没有那么怕幸运儿的。感觉搬这个幸运儿是想转其他的角色打了。就是幸运儿他可能也是考虑到会道具比较充足吧。那我觉得他可能搬这个幸运儿应该就想同样去摇摆一手杂货商，医生就会再搬掉一手医生，因为看到了咒术啊，不想让医生和咒术打起一个联动。对的，再选择飞行家。就很常规的一套阵容，对，这个阵容呢，其实也同样的去防到了台球手，毕竟3位牵制角色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主动道具可以释放。对，在你退杆出来以后，其实是不一定能够那么快拿到刀的，包括有主球的时候，这3位的道具他也是有机会能够去规避掉这波主球的控制。对，你看真正就是选择，其实我觉得飞行家这个角色真的是很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属性方面，不管是破译进度啊，包括他的道具啊，牵制能力，对，都很好。是的，是的，非常的全面吧？对，没有什么太大的
低 buff，唯一的一个突发性震颤，只要有队友在边上的话，也是能够弥补回来的。没错。会选台右手吗？这个阵容感觉打台右手也不是很舒服。但是如果说你去打一些杂货商，可能上限就不会特别高。其实杂货商也不是很舒服，杂货商可能更多是红教堂这样地图会给到他有优势。难道去来一首歌剧？那歌剧的话，他可能就得考虑前期的一个追击节奏了。对的，虽然说确实是比较适合歌剧的地图，但是千之位的道具也都很多，你中后期的节奏不一定好续。还是选台球手了，那就要看这个起追的情况了。正常来说就是前期追着追着，然后等到闪现好了，开一个技能嘛，把主球给开出来，找机会拿第2道。其实开局如果说你在救人位附近啊，像这种道具型比较多的球身的话，我可以先去逼道具，然后再去回头抓自己想抓的球身也行。是的，把幽冥的道具逼一逼嘛。对，然后等外面的密码机有进度了，你再用击球点传过去，然后把那台密码机给封一下。对，回退掉。双方的选点，中场的飞行家，花园的一个火灾调查员，3连方向的佣兵，以及右半场的咒术。对的，这样的话，台球手脸上的人就是佣兵，前期确实是可以稍微逼一下他的道具啊，把他护腕逼一逼。但是3连这个地方板子很多，你不一定能够逼到佣兵的道具。没错，消耗板子也行。就反正先消耗，对吧？你外面不管你是怎么样，你3个人修兵马机，我还是能推1个的。是的，是的。来看一下天赋方面的选择吧。看这边台球手还是张狂挽留。那穷者方有2个双弹，2个化险为夷。对，常规的天赋。对，红教堂还是挺需要双弹这个天赋的，可以用来跟监管者拉开比较大的距离。现在就比赛本场对局，说 ACD 战队监管者对阵成都狙击的求生者，就是烤鸭警为带 COA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直接是冲着佣兵的方向去了，稍微先拖一拖自己闪现的时间，然后再往中场转。这边的话，看下中场有人修，然后一个反绕过来，好像拉近了挺多的身位啊，好像要绕到脸上了。小云在脸上，确实绕到了。那前期逼道具的一个空间就会比较快了。也稍微等一等嘛。毕竟其实没有闪现之前还是比较难拿到刀的。对，这个点位要偷袭远处的地方了。皮皮虾小门区域的一个密码机也是成功封到了。对，然后这边再过来换追，是。这样的话，前期就等于是干扰到了飞行家以及咒术2个人。对的。闪现还有10秒钟，我相信求生者也是有在计算这个闪现的 CD 的。是。然后把双弹给消耗掉之后，然后再去博弈这个短窗，就等闪现好了，然后落地找机会直接开，闪现过来给一刀。是的，这一把确实也都没有带飞轮啊，就不太好规避这一刀。是的，但这个主球不好交，因为这一局其实皮皮虾的一个牵制，他是把猴省下来了，3神猴在手上。对，交主球的话，我是有机会去用大猴规避掉的。对的，而且你主球前期 CD 很久啊，15秒钟的一个打主球了，看这个线怎么给，哇，给的好快，弯的很精准。是的，那根本没有任何牵制机会。是。其实如果说你打台球手的话，在你半状态以后就不太能够拉那么远的距离了。是，你可能得处在一个能够交出技能的这么一个范围内。没错。因为你拉再远的话，其实他用击球点还是能够快速去跟上你的一个位置，但至少咒术师下移他是有机会能够进行一个2-6的。没错，4神猴在手上，所以拦到了 BB 张，一个主球抓到，弯到了，把他拉到最远。哇，好在说这个位置其实有技能还是能救到啊。不过他这里击球点回去退杆落地会比较快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拦到吧。能打个双倒，3人猴直接交。是的，很惊险。还好是椅子上是个咒术啊，对，不然的话落地是有可能说给双倒，或者说直接被秒的。没错，再打一个主球，但这波的话没有3人猴就很难牵制了，没办法。这一波有3人猴的话，哎，那就活了。
但是你如果椅子上下来不交这个3层侯，你就双倒到这里，你也跑不到这个位置。先把人给挂上，兵马机整体来看就2台半多。是，那边佣兵跟火灾还在进行一波调整啊，应该是想冲着偏平的一个方向去打了。是的，要去拉扯一下了。来调过来，这边再封一下小推兵马机，再打个主球干扰一下。是，这样的话主球就可以限制住求生者，让他没法进行破译。对，而且这个地方也拦截到了佣兵啊。佣兵这里一个护腕拉到你面前，还是可以成功救下来。就看皮皮虾接下来的这一波牵制了，手上只有1层侯啊。很难。而且现在还差一整台兵马机外面。对，针灸的主球也马上好了，看一下这一波怎么释放吧。反弹出来，可以再绕一圈，打个主球往外拉，但这个位置放侯躲掉了，躲掉，但是还是一个回弹的主球，还是抓到了。没错，没办法了，你再翻回去的话，你翻得再快也没主球跑得快啊。是。对，他惯性杆还在嘛，他有一段加速在的，哪怕你说你不翻，真的绕板子也不行。但已经没板了，对，因为你边上那块板被踩了，你只有脸上这块板可以，只有这一个了，稍微尝试一下。那这边的话，小兵马机没有亮，但是外围的状态也是调整的非常快速啊，是，全部已经摸好了。现在的话赶来中场找一下人，看到佣兵，主球一抓，这边护腕一弹，精准躲掉。没错。它这个生成的时间还是稍微有一定的时间的，对，有个反应，有个反应的时间。反应好了，也是选择直接开刀，对，很果断，就得这么打的这么果断。打调手千万不要说犹豫，说省技能什么。对，我有机会拿刀就赶紧拿刀。对，我这边拿完刀，下一秒就得回去把那头的密码机给封住，让他回退了。哎，但这边抓到你回来补密码机的一个细节。我皮皮张气囊还在，有气囊，看一下这边蓄力刀打掉气囊，同样人也弹走了，还不错。是的。还好是先弹出去才被打掉的。球这边直接抓到，成功关刀，看一下，没用，还是要倒地。还是有一波手椅节奏，而且对他来讲，可以继续把自己的闪现给拖好。是的，很果断啊！这波打了个倒地，他知道你外面马机不多。因为飞行家当时在小推刚把密码机亮了，佣兵这边是看到你交互腕的，所以说密码机外面是空的，他知道。这波闪现把皮皮张击倒了之后，其实外围机子有点不太够。对的，小木屋那台一会也要被封了。对，现在可以去控小木屋了。对，先把你人逼走，但是这一波回去再骗，想打针对是，但他把主球用到了小木屋那个方向了，让他干扰飞行家。那纯凭移速的话有点难啊，毕竟这边还有个气囊在手上的，而且这边的地形比较适合火灾的一个牵制的。对，墓地的板也都还在，对，地方继续进行牵制，那可能要等下一波的主球好了。但是外面的密码机其实也已经破译到了70多，快收够了。如果这个主球能够关到的话，应该是要用冲动打倒了，就直接打倒，还有一波手椅的机会。没错。密码机管不住了，这边把人先挂到红毯，能近一点。闪现的话，其实开门战差不太多吧？是。而且你这边火灾没道去了，火灾可能就得往大房中间去倒了，找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还有这波球员打一手针对，直接电。另外一边的话，去大推方向，但是这样的话有点偏平地了。对，就不牵制了，主要是导远。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让队友是赶紧交背包去点门。是的，那这样的话，真9的击球点可能挂完人以后会涨到4个、5个这样这个进度。对，应该也不太够。对，门是不太管得住了，就拉开一个对角线的距离嘛。是的。因为已经确定你是有张狂，然后也有挽留的一个情况下，只要倒到最远的距离，你就没有办法再管住另外一边的门了。没错。那这一局的话也是一个平局收场，两边再次打平啊，非常的焦灼。就可以看出来，两边其实不管是求生还是监管吧，他们都没有给到对面任何的机会来突破。没错，就来来回回你会发现他们只是一直在周旋，但是并没有说一个很大的节骨点会给到说某一边的崩盘啊等等这种情况。是的。还是非常稳吧，因为就算队友有一点失误，但其实他们还是能够通过中后期的运营，就其他人去把这个失误慢慢的给弥补回来，这种感觉。
因为毕竟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博弈救人也好，博弈板子也好，都会有可能会犯一些失误的。是啊，最终第2局也平了，进入到第3局的话，轮到成都机具的一个选图嘛，就看他们在第3局中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调整嘛。是的。就两边都在绷住啊，就在不能给到任何机会说给你突破啊等等这种情况。是，就从对局看得出来，其实两边的运营方式也好，或者说对阵互相的监管也好，其实就是说，哎，像打台球手，我就不留一些连的密码机给你，对吧？我第一个人牵制该怎么正常牵制，然后后面的话补状态的速度一定要非常快。是的，是的。看一下这把小数据。不少是牵制了43秒，救人3次，破了188进度；PP 下68秒，破了32的进度；PP 张96秒，救人1次，破了144的进度；18是破了360的进度，牵制17秒。没错，真人9这边的话也是命中了11次，击倒了7次，最终双方完成一个平局。是，可以看到他们多余的密码机，就是被回退的那一部分进度，可能就接近200，接近2台密码机这样子了，还是比较恐怖的。就台球手他的一个控场啊，以及回退密码机，确实是很让求生者头疼的一个点。如果说你中间的一波配合出现的问题，被台球手找到机会，他一直控你密码机，一直控，你就很难受了。没错，就当时对于真人9来说，他很果断一个点，就是我闪现去打你一刀，对吧？然后把你击倒之后，但唯一有一个可能，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啊，更多是你去消耗小房的这个道具。是吧？再找机会，因为你当时的话，你毕竟你赶路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不是顺发的。确实，是有个滚动的话，可以让求生方这边有意去防范到你的一个回来手椅啊之类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像咒术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嘛，他从椅子上下来，确实也是成功能够多拖一小伙这样的一个节奏。对，毕竟他一个大猴。那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稍休息，马上回来。咬回了，OK， 顶我。怎么给？顶我了，尽量保护他。直接球了。好了，哎，好救！好，我都能传开，你懂吗？我能。别挡，救了！你可以先起扛，一起扛。走，自己出去。没事。哎，我死了。可能会撞大门，可能会撞退，可能会撞大门。500左右。现在可以当3号了。想好了。哎，现在51了。哎，墓地小门木屋。墓地小门。对，小门抓走了还是？死了，小门最里面了，小门，我看过去小门了。不要离墓地太近，不要黑球打了。这个虎在一直往那边跑，有相关的吧？我记得白带有对吧？对的，主球打了，主球。欢迎各位回到 COA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姐，我解说烤鸭。那马上进行也是成都机对阵 ACT 的第3回合比赛了。是的，双方在前2局全部打平，全部打成平手，实力太接近了。两个职业队伍是吧？确实是打得有来有回。那到第3回合了，那又回到了成都机的一个选图的情况了。就看这一局的话，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吧？是的，所以这一局就得各个队伍都得注意发力了，对，就不能说哪边突然间没有绷住那根弦，因为从前面的几小局看下来，我觉得大家都绷得挺紧的，对，而且没有给到太致命的失误。就特别到了第3回合，因为这一回合的话，你但凡给一个比分上的劣势，那就没有机会给你追了。是，对吧？你说我第1回合我给一个7比2、8比1是吧？那我后面2回合我发力，对，还能追2个大分回来。对。但是你前面2个大分都平的情况下，这一个决胜局的时候，你就会格外小心。是的，你甚至如果说到第3局的话，我觉得都求稳去保个平也是可以接受的。你不能说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去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因为其实对于求生来说，我觉得角色的损耗不会太明显，所以毕竟这个版本吧，我觉得能拿角色太多了。没错，对吧？这一局的话，还是回到成都机具的一个选图嘛。那我们其实从第1局的一个选图可以看出来，他们今天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对，那就看一下在第3局的对局中，会不会还有同样的战术可以去拿出来使用？是的。然后像他们的话，可能前锋啊这类角色，我觉得这一回合也可以试着拿一下。没错，前锋在第3回合，我觉得如果选个小图也好，或者说面对到一些不同对应的监管的话，我觉得他的一个威慑力还是不错的。是的，因为拿小图的话，其实对于仙妖木来讲，它的好处呢，就是邦这个点可能对面得考虑放进班位。对。那如果说拿大图的话，它也有一些4大天王的角色，有机会可以去掏出来尝试一下。是的，毕竟之前仙妖梦也有使用过破轮嘛，破轮在大图像唐人街对吧，像吴景春、永眠剑都是有机会可以使用的，有很多。所以第3回合我感觉这个版本也会有很多角色打的。对，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选图啊，
前面是打过了月亮河跟红教堂了，然后这边是搬掉了军工厂，不给你选小图了，哎，有点意思。对，那反而这样子的话，其实选择了一手唐人街，没错。就他不选小图的点在于什么呢？就 ACTZ 我可以不用去考虑搬这个邦邦，对吧？对，拿个大图，我邦邦不一定那么害怕。是的。有后手的话，我巨人位上面还有像桃花大师啊之类的，也可能会占到你的班位，是对吧？那我可以选择去用桃花大师规避掉你这种救人比较难救的一些监管的手底下去救人。是，唐人街说回来的话，其实两边的角色还挺多的都。特别是真真九这里，他第一局用掉的是一个艾维嘛，第二局用掉的是一个台球手。那么这一把的唐人街呢，他可能说跛脚羊和歌剧就有机会，去摇摆一下，对，吧？但是有可能说这两个搬掉，有可能直接被搬掉，对，全部搬掉。全部搬掉的话，那我后手的话也可以去打一些别的嘛。是，像之前真真九也使用过小丑嘛，唐人街这个地图也是有机会能够发挥的。仙梦也有啊，对，就得看成都区这边要不要去防了。因为你防小丑的话，那么他可能说去拿一些其他的多刀型来克制你，反过来克制你这个阵容呢。因为前面好防小丑的角色基本上都已经使用过了。哎，你看得到，对监管这边 ACT 这边是有个轮换的，真真九下场，月上场，没错。期待一下看有没有一些不同类型的监管看一看了，很好奇。其实这个版本很多监管都会有，你知道吧？是的。然后他的擅长角色是歌剧啊，喜爱角色是古董商，也是首次参加我们的深渊，暂时还没有他的数据，当然也是比较期待啊，他今天这一把可以给后面的数据开一个好头。是的，那准备是看一段 ACT 的月的一个采访啊，讨论一下民间队与职业队的一个差距，以及对版本变更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现在民间队确实是跟职业队的差距正在缩小。对这个深渊的版本，我感觉求生版本可能是会更加强势一点，相对于之前监管的得分能力可能会下降，但是我觉得只要能打好自己的就可以了。也说的有道理嘛，就能看得出来，像我们前几天的比赛，包括今天比赛也好，是说民间队其实给到了监管就是职业队伍这边很大的压力点，哎，确实，对吧？甚至说有战胜的也有。是的，是的啊。然后他也说，只需要在监管者这一方注重好自己的一个表现，对吧？让自己发挥好，不要被其他的因素所影响就可以了。因为像以往的版本的话，可能说第一回合是让监管这边去猛猛发力啊，求生这边去当个盾。但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第一回合求生也是有机会去争3争4的。没错。那这边 ACT 第3局直接让他上场，而且是让他先上，我觉得也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对。然后我们也聊到这个版本的话，其实很多监管的改动都上了。其实对于监管方来说，可能会偷藏的去练一些别的，也说不定。对，因为对于月来讲，我觉得他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一个角色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对，样本可参考的样本太少了，其他队伍他不一定防得过来。那你可能得说打了1、2场以后，才会慢慢的暴露出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打法，或者比较喜欢的一些角色。包括对你的一些什么追击思路啊、控场思路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是未知是最可怕的。是的，是的。但是同样的，比较让人担忧的点就是他可能是作为一名新人嘛，在赛场上第一把的一个适应情况适应的如何？哎，这是一个问号。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吧。第3局上半场，月这里是直接搬掉了先知以及冒险家，唐人街的一个冒险家的班位。那看一下求生的一个班位给到谁？跛脚羊跟歌剧搬了吧？觉得，毕竟他的一个喜爱角色里面也有歌剧啊，擅长角色，那就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选择了。应该会多拿一点万金油的角色出来进行牵制。飞行家还在啊，感觉飞行家可以1抢。然后救人位的话，其实守墓人也还在，还是说这张地图去尝试打一下枯丑拉队员的那套体系呢？都可以试一试吧。飞行家已经上全军班位了。玩具商是的，选择玩具商。那第2手，那气象，拿泰坦员，哇，这有点激进，这个阵容对，进攻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他的一个克制方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知道你是那种单刀，类似于什么呢，记录员之类的那种类型的角色。是的，又或者说一些平地的，像追击的邦邦啊之类的那种。第3手给到了逃脱大师，是不想让求生者这边救人救的那么稳。就你来救人的话，我至少打你一个双倒回去。对，前锋还是拿出来了。哇，
今天感觉成都机器他们的一个选角倾向其实都是很激进的。对，从第1回合到第2回合，哪怕说第3回合，同样也是。最后一手搬掉了法罗。这个选角来看，机械师，再来一手机械，感觉是一个偏手艺的角色，但是有一手前锋在的话，他是有可能说来一波撞救这种，让你手艺方面占不到便宜的一个操作。看月的一个选择吧，我觉得他这后3手的话，其实还是像手椅又像平地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成都机器的克制方向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啊，像你的喧嚣啊等等这种类型的角色可能也不太好打。对，就算他前面搬的这3手，他有一线机会去打喧嚣，但是最后这个前锋出来以后，我觉得他还是比较难打的，不太好打了。有前锋有机械。看一下月最终的选择吧。这个阵容如果说想尝试去打的话，就得拿那种追击比较快的角色，是，就摁追，在前期能够快速的去找到机械师的一个节奏。比如说，主要是这个阵容它会有2个 OB 位，对这个点的话就会考虑到让他的一些单刀监管很难出。是你现在其实就算拿像蜘蛛这种角色，那穷者他是可以提前来 OB 的呀，对，他不一定说要等到机械师倒地了，你路过我边上，我给你来个磁铁干扰你半天，或者说帮你撞一波，都是很讨厌的。是的，然后你如果说拿多刀监管吧，你又要去面对到机械师这个点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刀监管它有个问题在于说它的追击能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强，腿短。对，有一个玩具商可以用踏板去进行辅助牵制。对的，然后机械师的一个破译进度就会很快，还喧嚣了，拿喧嚣了。其实求生方这边就防的比较死了，我觉得最后一手点的这手机械师也是完全就把你的角色给克制到了。是的，是的。然后也是月这边也是得硬着头皮拿了，感觉。因为毕竟到他上场的时候，其实可用的角色就不算多了嘛。再想去摇摆其他的角色，他反而没有太舒服的。还是拿了喧嚣，就看一下他的喧嚣熟练度如何吧。对，然后看他是因为这2天的喧嚣登场率也还是有，还是有。对，主要还是没有说拿到特别大的优势的。就从视觉效果也好，局内的情况看下来也好，他的压迫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说拿出来就会让求生这边猝不及防啊，对，很难受的一种压制性了。就反而现在疲于奔命的不是求生，是监管。对。来看一下区域选择，这边是中场的玩具商以及花坛附近的机械师，是的。然后是换在了散门附近的前锋。这个点位的话，看一下喧嚣选哪吧。比较常规了。这个区域选择的话，就跟我们日常的那种就很像。喧嚣是直接选到了花坛，对，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开追脸上的机械啊。但是问题是在于机械，它这个娃娃。就是选择怎样的一个打法吧，因为你这个位置放出来的话，它肯定是藏不住的，对，肯定是会被发现的。那喧嚣现在它的双龙惊喜 CD 也变久了，如果你去教双龙惊喜来处理这个娃娃的话，那很可能说你就没有机会再去处理这个机械师了。而且机械师本身，因为这一局有个很巧妙点在于说前2回合打平了，是现在我的天赋是可以带得很激进的，没错，哪怕说我机械师这边带双蓝飞轮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只需要保证一个平局的情况下，我后手还能去打回这个局势嘛。是的。来看一下天赋，是化险为夷带在了前锋以及玩具商身上。对的，然后双蓝飞轮的勘探员，然后以及底牌张狂的喧嚣。那我们现在进入比赛本场对局，由 ACT 的监管者对阵成都机器的求生者，也是由压级，也是由烤鸭为你带来 COA 是赛况解说。看一下，直接冲着机械师的方向走。皮皮商从最内侧开始绕，应该是想绕到前面的窗户区域啊，然后直接上2楼。对的，这边距离是跟不太上的，所以说前面双击你看能不能命中一下，不选择交，不想放，因为前面就是高低差了。对，担心会空掉。反着下了，
而且一个高上了个差的双球，对，那这个节奏很舒服啊，有可能第二段是直接可以引爆伤害了。对的，压力很大，所以选择回身。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交了个接傀儡卡位。是的，那绕场谢幕也得交，还在绕。哎，不对，但另外一边绕下来了，是直接跳下来了，没有看后面。对的，甚至他都没有感受到娃娃掉的这么一个节奏啊！我觉得你在上面等着，你至少得等到这个娃娃它成为存在感了，你才能确定跳下来。是的，移形过来，那这波娃娃可能要卡自己的位置了。OK， 娃自动门，但是娃娃本身就携带2颗球，所以说这边上球速度非常快。是的，这边再回身再放一个，只能，哎呦，来不及了。这一波其实他再回这个楼梯的话，就有点那种什么呢？控人娃倒，控娃人倒，双控双倒。他把自己想成一个开关门了，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身位再让他去控这个娃，给自己让路了。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子的话，把娃娃也是先挪开嘛。然后先去破一下密码机，这样子整体的进度的话也不会差太多。因为其实前期拖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对。前期的话，因为我们先看下这波手椅，是一个无伤救，然后救下来再打了一刀。双警使是交到了玩具商身上一段啊，第二段结实只差一个白色的金价标记，还是成功的引爆。对的，但是前面的话是交过技能啦，所以说给到的队友的信号就是，哎。我可以来尝试尝试。是的，一会儿倒地的话是可以考虑摸一下玩具商，或者说继续破译的，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选择了。远锋也是提前过来 OB， 交了一球小陀螺，但是没有撞晕，因为毕竟带了张狂的，直接回来牵。他毕竟是带了张狂嘛，有一定的耐受力。主要是他红烫断了啊。那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可惜吧。看一下。下一波的救援完了以后，还有没有继续 OB 的机会？中场有一台遗产啊，拉球躲一段双手惊喜，然后给上1颗球。是的，那现在双手惊喜进入 CD， 看一下前锋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救人了。没有，还想再卡一下淘汰进度。这波的话，我觉得可以多拖一点外围勘探密码机的进度。拉球到椅子面前，哇，又是一个双救，救下来以后再吃的这波刀。是的，机械师应该不太好保了，我感觉前锋要不去调整状态吧，因为其实这边已经暴露了带了一手张狂嘛，那大概率的话，后期有可能没有挽留。哎，勘探员上班，勘探员来了，2个人轮换着上班。对的，这边甚至还没倒就已经交出了第1个磁铁了。第2个磁铁好像有点吸了回来，但是把人放下来了。但这样子的话，2个磁铁的时间如果都是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够的。看一下还有没有再放一波的机会？再骗得骗呐，这不骗那就没事了。对，是直接触发了，但是也稍微拖了一定的时间。对，但是其实最后一台密码机很可惜啊，就只差20%了。如果能够稍微吸下来一波的话，是有机会能够拖够的。对的，这样子给到一刀勘探这边是没有办法反照的。对，手上还有一个飞轮，磁铁是全部交掉了。那这一波飞轮能否清空伤害就很关键了，没有清掉。求生者这边被迫要再过来救援一波啊，很有可能月就逮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点来打针对了。没错，因为他这局选的是直接通电。是。那这样子的话，看一下能不能排到位置啊。先到门口附近看门耳鸣，没有。这边的门是没人的。对。要不双惊喜先定一下位呢？但是现在 CD 确实是比较久啊，不舍得定，应该是要准备移形过去了。看到另外一边的点门了，应该是这边排耳鸣还在排，他知道有人在压，哎，找到了。对的，耳鸣的范围应该是能够察觉到的。对，能察觉到，还在排到耳鸣，看到人。不对，这边要给压力了，要直接点这个门，让玩具商回来尝试救一下。乌草这波要站出来扛压力，但他道具其实很少，一个跳板飞过来把人救下，但是救了以后，勘探要走，哎呦，空中的人失误。勘探走地窖的话，前锋必须要快速点门。对的，门好像是能点开，但这个直接切成兴奋，只吃了吃2颗球，那没事。对，如果说只是1颗球的话，会有机会操作一下。没错，也是反应非常的快啊，最后关头切了一个兴奋。如果这波被控到的话，还真有机会让他往地窖的方向去转了。因为飞轮是好的。那这样子也是又达成了一个平手啊，太稳了。目前还没有人率先突破对方。对，都是在保着这个平局在往下走。感觉这一局的话，其实还是更多的胜点是在于看前锋那一波的 OB，对吧？你勘探员，因为勘探员是被迫说
没办法，我密码机还没修开的情况下，我要过来先去 OB 给点压力了。对吧？如果说前锋那一波正常拖到时间，如果把密码机拖好，然后自己正常去救人，把道具去消耗干净的情况下，再换勘探员过来拖最后一波，我觉得整场对局的一个节奏点会把握在球神这边更多一些了。其实这2波我觉得都。只要成功1波就行了。对，因为前锋那一波他 OB 虽然没有 OB 成功，但他没掉状态啊。他还是稳定的去成功救下来以后，那下一波如果说勘探员这一波能够 OB 下来1波的话，机子也是有机会。也是对，因为机械师那边他是带了一手回光返照的嘛。对，如果说能够成功拖到4人开门战，真有一个3跑的机会。是的，能看出来月他的一个应对能力还是很强的啊。面对到前锋跟勘探员的 OB 的话，他都是。去好好的化解掉了，是的，对吧？你像勘探员那一波的话，其实勘探员直接丢早的情况下，那我就空中飞人直接把这直接给消掉，对吧？后面2波只要你的位置是没办法去切换子机骗我放下来的情况下，没错，你每吸1次我都把人放下来，这个椅子的距离你是没办法让它摇下来的。是的，离椅子还是有点近吧？对。然后第一个磁铁的话丢的也比较着急，因为当时机械师还没有倒地呢，就还没有到那个要准备签的那个情况。是的。就比较可惜，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其实徐文芳这边还是挺不错的吧，就整体来看。然后就看一下双方换边了，因为又是一个平局的话，其实压力点我觉得大家都不是很大，对吧？大不了就保平嘛，对，平安走到最后的加赛，然后再去卡时间，看谁的时间更快也行。是的。那这一把的赛后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啊，枯草是55秒牵制，救人1次，破了135的进度；皮皮仓69秒的牵制，破了69的进度；皮皮虾是56秒的牵制，然后破了180的进度；18是破了168，救人2次，牵制了14秒。是的，月这边的话也是命中了27次，然后击倒6次。对，开局的话对于结实来说也是比较可惜啊，我觉得他那个位置的牵制时间应该会拉长的更多，对吧？首先你楼梯的那个机械傀儡的话，你放在那边，对于轩夏来说要解决掉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没错，对吧？然后这个时候那一波如果不跳下去的话，感觉他能多拖很久。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换一个思路，我走左边，对，我不走右边，对吧？左边的我的视野又好，又能知道你有没有上来，看得了红光，是的，对吧？我走右边，虽然说我是可以有个固定的转点思路，可能借这个窗台也好啊，或者说重新绕一圈大房。你觉得在那边等很亏，那也没关系，就往左边那条通道走下去，那边也有板子和桩可以玩。对。但是他直接跳下去的话，甚至他跳下去以后发现，哎，这娃怎么还活着？这很恐怖啊！然后那边已经绕过来了，这种就很亏了，亏了很多的一个牵制时长，就感觉应该拉得更久的时间的。因为当时那个娃娃就已经成为了一堵城墙了。对。喧嚣把自己的绕场谢幕交过以后，整个真空期来说，机械师都是非常安全的。是的。就比较可惜，但也没关系啊。整体结局来看的话，两边都能接受吧。毕竟一个平局拿下，那就双方换边看一下。对于成都机的监管者来说，也要去考虑我怎么完成一个平局，至少保平嘛。对，保底情况下。是的。那同样的 ACT 的求生者也是一样的，我可以先尝试打看，有3跑面我就去争3跑，没有的话我退一步也是能够去跟你保平。是的。那毕竟。毕竟都很有经验嘛，2个队伍经验交手太多次了，已经是的，所以在互相了解的情况下，战术拿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出来，很有可能就可以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了。没错，因为上一把的话，其实看下来，感觉成都 GG 的求生者这个阵容还是非常的激进。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哎，我看到1+1等于2，下次不要把他们1人1个1，下次不要把这种不吉利的东西给带到场馆里面来。这卡牌可以打个那个挡住一下。游戏我只玩第5人格，然后观众也是给出了答案啊，他觉得这场会加赛，但是没关系，那反正加不加都行。来到现场，对吧？你们也同样坐在这边，能够看到更多比赛，也是赚到了。确实，很有性价比的一次观赛体验。谁不想来一个酣畅淋漓的加赛呢？是的。对于选手来说，我觉得他们能够多打2小局嘛，也是让自己的一个对局经验更加丰富一点。没错，对吧？他后续对于同样的情况呢，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毕竟深渊这边的一个预选赛也是刚开始嘛，对于各个队伍来说，都急需更多的场次来让自己处理得更好，经验丰富一些。就也是说到深渊预选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它是一个双败的一个机制，而且你打对局，
你想一下，如果说我第一场上来我被别人对吧2场带走了，那我可能手还没热呢，就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下一场上来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状态啊这些没有调整好，也会比较难打。没错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局下半场的一个 BP。香梦是直接搬掉了弓箭手以及幻灯师。对的，穷地方搬掉跛脚羊。这边格局选过，所以选择搬掉破轮，哎，还是比较尊重啊。毕竟唐人街这张地图破轮还是比较厉害的。那看一下，如果搬掉破轮的话，选择佣兵啊。那阵容上面要不要偏防一点帮帮呢？古董商佣兵，哇，这个第3回合拿出古董商就很踏实的感觉。是。但是对于香木来说，我也可以摇摆手蜡像，也不是不行啊。对，把气象先搬掉。你要是 OB 打团的多，那我就直接拿蜡像；你要是 OB 打团的少的话，那我就拿帮帮出来。幸运儿下限也是非常高的。幸运儿这个图也很优势，因为幸运儿这个图其实有个好处在于它的绕点很多，是对吧？你不管是选在花坛的高低差比较多，对花坛附近去跟那个大窗去绕点啊，包括闪门那个灯笼门那个位置也是。这边火灾掉选搬掉，然后选择冰幻。哦，这个阵容牵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对，如果说你第一时间没有逮到这个幸运儿的话，就会比较难受。所以如果说去拿一手蜡像，他的一个追击目标可能就会多一点了。拿蜡像的话，他古董商他也是可以尝试追一下的。然后如果说选点选到了幸运儿边上，更是可以更开心的进入一个开局追击节奏。对。新安梦的一个选择吧，因为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还是，而且这把没有回状态的新安梦，如果说想尝试他之前打过的艾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艾维还是比较好追击这个幸运儿以及病患的。那小伤他不一定好处理他，小丑也病患也可以去针对一下但是可能阵容上面的话，只有佣兵跟病患这2个比较好去针对了。是的，是的，后手就不太好追了。那也不好说。如果说我硬去吃你幸运儿1枪的话，那你后面不就没东西了吗？对，而且我有一个抗主嘛，再装一个无限狙，一样可以找机会把你给逼出这种安全点。就看他的选择，因为其实这套阵容还要兼顾到你带的这个双弹还是飞轮，是吧？就都有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整体阵容是以拉点为主的。对，就是不管是病患也好，幸运儿也好，他们的道具肯定更多是以拉点为主。对，可能说就会考虑多带一点双弹去拉距离，去防你的蜡像或者说帮帮。对对对。看新安木的一个选择。台球手。但这张地图台球手也会面临到一个比较很痛苦的点啊，就密码机的一个距离。是，他一定是不会给你留一个半场的那种3连，就是那个右半场。对，如果说留那种半场3连的话，那真的是致命性的打击了。对对对，那种职业选手的话不太应该，不太会那种问题不太应该出现。对，就看前期的一个节奏了。毕竟台球手他前期是不怕你马拉松的呀，对吧？我反正等到闪现快好的时候再进入一个追击。那就期待一下吧，看一下新妖梦的台球手的熟练度如何。看下去选择，整个区域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把中场放开点啊，选择让幸运儿在大房的位置。对，然后中场的佣兵、灯笼门的古董商以及狮子楼的病患。你看新妖梦选新妖梦，其实会有个两难的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说我选在古董跟病患旁边，对吧？那你幸运儿密码机虽然说被封住了，但是你摸箱子补充道具会很快，对吧？但如果说我起追幸运儿的话，其实外面密码机也不会动得很慢，是，所以说还是选择在这边去，他只能被迫去让幸运儿多开一个箱子了，对的，就多补充一手道具。而且大房有个好处，它一般会刷2台，对吧？外面一台，里面一台，就很难去封到完全封死了。你封上的，它走2步其实也可以，也会有机子修。对。但是你如果说直接选择到大房附近去追的话，也是一样的。你前期那些时间不可能追得上这个幸运儿的，你必须要等到闪现好了，才有拿第一刀开出主球的机会。是，所以你还不如在前期把外面的密码机先管一管，干扰一下。新妖梦这边是张狂加挽留，穷者方双弹飞轮的古董商，
纯双弹的幸儿，然后化险为夷2个，对，还是保证了很多的牵制前提吧。是的，双弹带了挺多的，也是有去防对面，如果拿短腿监管者的话是可以拉点的。对，那感觉真的是那种手椅监管是越来越少了。对，真的这个版本看下来，很多监管玩家可能更多去愿意尝试一些追击型的监管，然后得去打一手出其不意。对，可能那种手椅监管的话，可能这个版本太多人救的一些位置在了，还是不太好应对。所以也是看看仙妖梦这一把他的一个控场以及主球的熟练度如何吧。对，因为正常来讲，我觉得台球手如果主球熟练度很高，那么其实求生者这边还是没法去抵抗的。没错。下一局比赛本场对局是由成都狙击的监管者对阵 ACT 战队的求生者，解说烤鸭解说鸭颈为您带来10v10赛况解说。好的，这里是直接在小房出生的台球手，看一下他往哪边走。先去中场干扰一下其他人的密码机。他最终的目标应该还是会留到小叶明那边的星儿身上，因为他现在反正也是等闪现，我尽量去干扰你们破译速度，然后等我这个闪现。哇，这边一追2吗？对，2个人都被逼着跑啊，感觉跑位是有出现沟通失误的呀。是。这样的话，前期的密码机很亏啊。因为只有古董商在破译，小叶明前期也是在翻道具，而且1追2有个问题点在于说，你们肯定会有个人修这台密码机，所以我选择直接把密码机封住，然后去追一下古董商。那你总不可能说2个人都要往外面去破译吧？那样又要跑很远的图。没错。哎，果然是那台不修了，这你看跑图了呀，往小房跑，你看到现在你还没修上呢。是的。那你这样跑的话，其实也跟在那边修被回退差不多了。是，因为回退一波也就10%几的一个进度嘛。这边古董商其实牵制能力是很强的，因为毕竟带了双弹飞轮，闪现已经好了。看一下今天这一波飞轮，这个闪现不太敢交的呀。是的，这个位置是个拐角，所以说很容易被求生方一个机关消给打断的。下在板里面，还在骗，但也没有交这个飞轮。但其实这波是让星焰这边多拖了很久的时间啊，因为他就想着说吃一个闪现没关系的。他想这个飞轮留到后面再去操作。对，并没有想那么多。是。先把小房给封闭一下。对的，那前面。但是因为前期仙妖梦干扰的很久，哎呦，骗到了一个飞轮，提前交了出来。那前面有个主球的机会，拦截没有拉到，这边有一个可以2棍给到，那这样子活了呀。2连棍再次进板，还有6秒钟的止戈。仙妖梦这里主球15秒的一个 CD 非常的久啊。是的，非常久的。然后板弹出来，这边再拉开前面的点位，还有个单板。等止戈快要结束的时候再转下一个点。是，这个地方没有闪现，只能去等下一波的主球了。来了，主球，这个位置应该就完全躲不掉了，比较狭窄，没有机会。但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在踩板啊？他其实直接从右边放下来打就好了。那这2棍补上，又有3秒钟的止戈可以转进下一个点，不太对啊。这个不太对啊，虽然说有接到节奏了，但是。前面还可以翻吗？翻过去了，也没有打到，密码机已经3台多了。对的，再过来主球有，可以再翻板。主球什么时候放呢？但这个位置击球点只有1个了，2块板全下，这个地方不太好拦住了。连上还有，但这一波有点远，又给了一点身位。是的，还行，打倒了，至少是打倒了。但是密码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给他控了。对，而且这一局求生是有2个化险为夷的，我对，可以完全套入化险为夷，然后去开密码机跟你打这个开门战。而2个化险为夷就弥补了没有回光返照这一点啊。对，这里11已经贴了过来，第4台、第5台已经很多了，2台都达到了6成。那就看一下求生者这2波救人嘛，都稳救下来的话，仙妖梦大概是不太好控了。是的，5万弹过来，先拿一刀。古董商利用板弹先往外拉，这样的话，小房那台密码机也是再次回退了1点，但是影响不大。下一个化险为夷肯定是能够修过这个50%左右的一个进度的。
前面还在求封路，但是没有线了，所以说给不了一个远程，但是同样是给到一刀也行。可以看到佣兵那边是翻箱子啊，应该是准备给古董商运道具。那这样的话，让病患过来救援。远程的密码机一个人修吗？我觉得。他就把箱子把那个道具丢在这里了。对，但主要是要躲主球。是，他就是说远程密码机最好是要不一起修，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有可能是看打两个人扛刀了，有可能是准备两个人扛刀。两个人扛刀吗？对，两个人一起救，这样的话保证密码机能够脱够吧，而且把道具给到古董商身上。有闪现啊，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打呀。是，就尝试一下呗。如果把闪现逼出来的话，开门战是不是也有点操作空间呢？过来扛刀，不然已经丢到地上了。是的，摁扯，其实两个人可以摁扯的。我觉得让病患救就行了。救下来了，护完捡到直接弹。看一下一个板弹拉走，主球已经交掉了。这波主球，那只能回头去管门，但两个人到门口，我觉得得拉开，两边都得拉开。灯笼门这里，非常不着急，手上道具倒是很充足，有钩，但是被骗出来了，交的有点着急。是。这个位置其实他们第一时间贴门还是有点着急了。这个位置病患其实往左边那个方向靠，他是不会被架住的。但他在右边这个地方，你提前把板下了，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只能被架住了。是的，但另外一边的话，其实星焰也点上门了，而且佣兵手上已经没有但换了。不应该让星焰点门吧？星焰点门的话，其实这里有点危险啊。星焰排过来，手上没任何道具，有个单飞轮，然后选择滚回去。是的。然后椅子面前好像有人想贴啊，11这里过来来得及救吗？可以成功救了下来，替身还有钩子，可以直接拉走。那这一波被救下来就很亏了。对的，闪现交，但这个时候交闪现的话，其实另外一边也不担心，那边应该是主球一直在限制着散门的一个开门是。看一下，还是有古董商在点啊。是的，那这个门不一定能开啊！小叶明在中间这里卡着，又一波上球，主球要交了。对，这个主球应该是。哎呦，抓到了，但是把人放出。他抓到，但是他抓到好像没管他，他是在管自己啊！他担心病患，哎呀，还真被救下来了。小猛一心多用，他又想去管那边，他其实先把这个人优先挂飞，我觉得也可以啊。他主球抓到了，并没有。去选择一个很好的位置把古董商处理了，他想回来守乙，已经急了。那这下彻底没招了，这没办法了。一个反弹，还好地窖不在这里啊，不然真还有机会4跑呢。挽留马上结束，这没有地窖，但是3个人出门的话，是给到，恭喜 ACT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确实太惊险了这一把确实，这一把感觉，还是监管者在追击的时候和后期也给了一定的机会，我觉得是。后期我觉得他就已经有点不受控制了。虽然说开门战看似有机会，但实则我觉得4个人的开门战对于台球手毕竟没有底牌的情况下啊，实则很难。当时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这个古董商抓到真的病患给打倒在这一头，他没法去管另外一头的门了，他得去管哪个呢？管那个往小房方向跑的佣兵。对，他一定是在那边卡的，而且佣兵他已经把护腕给到古董商了，他去追佣兵，我觉得是。收益会比较大一点的，对，因为当时的星娥是在小房的方向去开的那个密码机嘛，那他也得去往，他如果想救病患的话，他得绕非常大的一圈，从中场或者说从另外一个通道绕过来，那你这个方向去追佣兵是有可能进入追佣兵和星娥一个1追2的节奏的。是的，整局看下来就还是出现在前期的问题更大吧？对吧？对，前期这个前期其实。在干扰求生者的密码机上面是很不错的，有模有样，也成功的让病患和佣兵跑到一起，密码机就亏损的特别多。然后，但是后面皮皮商也是顶住了压力吧，他的一个古董商牵制的非常好。对，就是主要是因为他首先一点，就是说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拐角，一开始那个地方没交闪是因为有个拐角，然后后面的时候呢，我感觉是仙木自己考虑太多了。对吧？想到说古董商可能要防我的闪现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要飞轮顶掉。哎，对，但这个的话，我觉得在赛场上面来说，首先对于选手，他本身他可能更求稳，是我不会说保证我的上限会这么高。看这把下数据，
星燕这里是172秒的一个时间啊，破了18%的进度。然后医生是破2台秒机，牵制68秒，11是97的一个破译进度，牵制84秒，救人3次。小夜明是263的破译进度，牵制了16秒。没错，然后降妖木这边也是命中了7次，击倒了5次啊，最终也是由 ACT 的求生者完成了一个3跑成功破冰啊。是，确实这个赛这个版本的一个求生的话不容小觑，是吧？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争分能力啊，并且主要还是在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追击的节奏上面吧，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对，哪怕你前期已经是干扰的很舒服了，前期一直是只有一个单位他在进行一个破译的那个节奏，还是被星燕那边给成功给遛够了。其实我们还是回到了话题，就是其实这个阵容我们还是更多倾向于想的，他是要去追幸运儿，是因为古董上的道具我是可以后期去消耗你的，对吧？但是幸运儿的话，我这边抓到了之后你就是没道具的。但他怕什么呢？怕的是我追幸运儿，万一古董上来 OB， 那我可能说往那种角落嘛，他倒了角落，然后往外走的时候再来 OB 的话，古董上来。所以说区域选择，我就觉得当时那个区域选择可能不要选那里，因为选那个位置的话，你封大防兵马机效果不大。直接选到大房边上，对，大房边上我选择在那边，我中场也能兼顾到，对吧？我大房旁边就在右手边，那你这样子开局的时候道具你也不是那么舒服的可以去开出来啊。但他开局想干扰呀，因为他开局没有闪现，你就是纯走地，纯走地去追击。是的，那我们来，比较非常欣赏，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老张过了一会儿，你哪了？你是大法原地的，他死了好像。哎，这法这边没有，就快让老白修，让老白修。贴多没？贴多没？你这波是角落。哦 ，OK，我看起来。我中场刚开，你这样吸下一波。差多少？5血你，走，金身交。先交了。那叫牛的，没能开波。哎，我没看到。开。我就不懂。好。加油！对了，我跑了，就相当于我没修电就能动，意思吗？也行，他抢到台吧。可以的。我走了，我走了。我救换了。要，开！交道具！别换别死。交了，不会。哇，非常的激烈啊，真的很激烈，就是特别到后面都喊的那种状态了。后面那2局，对，就沟通的交流的真的非常有力。然后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一局得去找机会突破对面了。是的，对求生者来讲，因为你越往后拖的话，其实反而是得让求生者来进行一个3跑，把比分给拉开的。对，就是往这个争分上去走吧。你哪怕说上半回合，其实对于成都机的求生者来也看起来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在去想办法去 OB 争分，然后看能不能去打出一个优势局，是对吧？只是可惜说在于OB 这边的话效果不是很好。但这一局的话，其实对于 ACT 的求生者，其实我就是稳定发挥，但是你给到我机会了，那我就抓住机会去创造这个多跑的局面。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来 OB 的，对，甚至是幸运儿他到后面他也没有在开门战去选择摸一把信号枪。如果有一把信号枪的话，其实闪门那个位置呢就更加没有风险了，对，更安全一些。对，哪怕你是台球手过来，哪怕你是主球什么控到人了，对吧？只要不是幸运儿本体被控到了，他那把信号枪一交，被控到人都是有机会能够出门的。没错。所以说整局看下来的话，也是可能稍微有点失误吧，因为对成都经济来讲确实是比较可惜吧。对，有点可惜了，因为其实势均力敌的打到了最后一局，那落后的比分也不是特别大，对吧？最后也是一个5比3嘛。对，多跑一个和少跑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感觉到这种时候就看谁先绷不住，对吧？你但凡给失误了，那我抓住你的失误点的话，我可能就开始操作了。是的，是的，你就是得一口气去挺到最后一刻。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最佳演绎会给到谁吧。我觉得给星燕那边也是有机会的，然后给监管者那边，因为第一把是监管者先3抓嘛。对，给了星燕了，因为毕竟是这个古董商成功破冰嘛，而且他那个牵制时长。170多秒，对，我们看一下他的数据啊，局域得分9940，局域破译进度2台，局域牵时长83.39秒，这也是他在本次深渊的第1个最佳演绎。没错，你看到，还是再次恭喜 ACT 啊，这一把拿下了以后，只要再一脚，再可以挺进我们的对小组赛了。就觉得 ACT 这一次深渊的这个预选赛确实感觉到他们的很大变化。是的，是的。他的3局是分别使用的木偶师、囚徒以及古董商，对，打出了不错的效果，特别是最后的这个古董商，其实可以看出来他对于台球手的话是有一定的研究的，对于主球的几波走位啊都走得很不错。没错，那裁判也准备就绪，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最丑的是这个了，
有一点点的惊讶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岳明。首先恭喜 ACT 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真真九和小岳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ACT 真九。大家好，我是 ACT 的小喵木。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那对于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刚刚线下的有观众呢，就是说求返场我们的火龙果鞋，对吧？然后我们的真真九是这样说的。我说，那双鞋在家里，这双是最丑的了。哦，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来了这么一下。OK 啊，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刚刚真真九说把第一个问题给小岳明，所以小岳明第一个问题来了啊，连胜2场之后，感觉自己是怎么来保持自己的节奏的呢？就是相信每一个人，然后保持自己的。确实保持自己的状态，保持自己的手感。那来到对局中啊，首先问一下小岳明，其实，在月亮河公园那张地图，当时园丁救人是非常非常关键。其实那一波机子是没有压好吗？也来问一下我们的100米跨栏冲刺选手，那一波的心路历程会是什么样的？球不翻真叫成。这个样子，球不翻真教程，这个我们可以在第3局详细的聊一聊啊。那来到开门战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啊，求生这边有一波灵性的撒手，感觉此地不宜久留啊，大家都没点那个门，想问一下那波队内的安排会是什么样的呢？我当时还没贴到起始点，所以咒术师那边得先防一下。了解了解，确实是要等你贴过去才比较保稳，所以大家也是选择了最求稳的一个方式啊。那来到真真九这边啊，其实开局有一波超快的弓箭手拿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波思路。昨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梦露，然后他刚好让我练这个东西，刚好练到了。练到了，原来是有参谋在后面给了好棒的建议啊！谢谢梦露。那在开门战的时候，我看到你也非常冷静啊。当时大副其实青石只是来到了99嘛，所以本来他是要去救人的，但是话锋一转，奔向了地窖。那一波的处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感觉枯草会看这边，然后我就把脸调过去，然后就看满了。判断正确，拿下了。那紧接着到了红教堂这张地图啊，开局问一下小岳明，咱们这个飞行家跟先知配合的太好了，问一下大家的沟通会是什么样的呢？在休赛期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打花商这个角色。研究到了，我懂，就是确实是啊，有备而来，看得出来，因为大战其实一触即发，但是大家反应非常非常快。那其实淘汰了飞行家之后啊，密码机来到最后2台快好了，那波队内的安排会是什么样的呢？看能不能扛到刀，扛到刀的话，这把有机会3炮。确实，那真真九这边啊，台球手在红教堂太秀了，每一个主球都拉到了，非常精准啊。所以也来问一下你自己最满意的主球，或者说你觉得最关键的一个主球会是哪一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让他猴子用不出来。确实。那其实台球手被这个求生者有运营回来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赛事也有先例嘛。也想问一下这一局你是怎么样规避这个情况的呢？目标明确一点嘛，找一个人逼到去开门战留他。确实是稳稳的保住了我们的平局啊。那接下来呢，到唐人街这张地图啊，我们战队的新人月也是上台拿了非常漂亮的操作。也想问一下2位啊，其实我们在备战间后台有听到，怎么这么稳啊，打得太 nice 了，已经开始笑了。也是想问一下2位，在这里呢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月讲的呢？可以，比赛打得非常好。可以 ，OK， 那小岳明这边后面加油，相信他。相信每一位选手。那来到求生的最后一局啊，也是打得太燃了。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小岳明，这个刚刚前面也是说了，我们首尾呼应一下。前面说球不摸真教程啊，那也想问一下，第3局这个香是自愿的吗？我一点也不想遇到他。再也不想遇见了。那也想问一下，当时摸出来这个香之后，对于整个局势有一个什么自己的打法感觉呢？我觉得这把就该3炮，因为古董上双飞的被追了，然后我就孤注一掷，直接摸娃，不摸保命道具了。了解了啊，确实星夜也是顶住了，但是我也有观察到一个细节，星夜当时一直在发我需要帮助快来，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打得很稳健，所以他在队内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他不需要帮助，他只需要发下位置。发下位置，了解了。那到后期的时候，其实那一波双救换护腕给古董也非常关键啊。那一波的换道具，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排兵布阵的呢？
节奏很好，然后大家都想到了。哦，都想到了，是大家一起的努力的结果啊！那到了开门战也是非常漂亮的，救了2波，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大家啊，已经来到这一天了，又离我们的晋级更近一步，也带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我们后面的比赛吧。这个他也要求要你回答，打好自己，相信团队。啊，谢谢小叶明。进小组赛。啊，好，还有补充的啊，自己不说，有人带你发言啊，非常感谢2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再一次恭喜你们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3场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